75年大旱，我因阻止赵元成施暴，他便以我多打半担水名义，将我用砖头砸晕。父亲去找赵元成理论，却被活生生打死。从此之后，赵家更是对我各种打压，母亲妹妹也死在了这场旱灾里。直到我将要死的时候，才知道我家底下竟然藏着一条暗河。动了，建国没死，还有气儿。你是我妈。建国，别吓唬你妈了，我马上去找欺负你的赵家要个说法。那水井又不是他赵家的，你这挑一担水也是有原因的。他赵元成咋能不讲道理动手打人？张云说，我这是重生了，重生回到了75年。爸，你别去找赵元成，他兄弟多，下手没停住，我们爷俩商量一番再说。说什么说？我张元顺的儿子，怎么就轮到赵元成动手教训？我这还没死了，就有人欺负我儿子了。爸，哎呦，我头有点疼，你给我看看脑袋上有没有出血。你别走，一会儿我晕了，我妈可扶不动我，还得靠你送我去卫生所。好，我送你去卫生所看看，等你的伤势无碍，我再找赵元成算账。打我儿子，他老子还没死了。我能拦得气愤的父亲一时，可能拦得住一世吗？怎么办？刘医生，我孩子的头没事吧？没事，这伤可大可小，只要保护得好，不让伤口发炎，伤口愈合就没事了。但是，一旦发炎化脓，就会发烧，得往乡里或者县城送。这狗日的赵元成打伤了建国，这太欺负人了！我回头安顿好儿子，还得找他要赔偿，这1块钱可不能白花了。爸，别说了，送我回去吧。哎呦，刘医生，不跟你闲说了，我先走了。建国的伤你见过，回头有需要，你可得帮我说句公道话。爸，我跟你说个大事，你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。啥事儿？这么神神秘秘的，难道比你爸给你报仇还重要？回家，路边说这些不合适。爸，我多挑了半担水就被人打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要是我们家地窖里有水井的话，咱们是不是就不用受赵元成的气？而且有水的话，咱们可以在后院子里种菜，这样冬天也饿不着我们。我的儿子呀，你是不是脑袋被打傻了啊？要是水井那么好挖，全村人都去挖了，哪轮得到咱们？爸，咱家位置低，从这里挖下去有条暗河。暗河？什么暗河？哎呀，爸，跟你说不清楚，这是爷爷奶奶托梦给我的。你们一定要相信我，不仅有河，里面还有很多的鱼。当家的，我信儿子。要是咱家真的有口井，就不用看别人脸色了。那行，开挖。但是赵元成打你的事情不能就这样算了，我得找他家讨个公道。我的儿子不能被人欺负。讨公道的事情让我来，我是不会放过赵元成的。打我的事，我一定会让赵元成付出代价。而且赵家以后也不会有人好日子过。黄大爷是断腿的退伍老兵，我只是帮他挑了半坛水。赵元成为什么非要对我置于死地？难不成和我有什么深仇大恨？我要找说法，必须靠黄大爷。毕竟黄大爷的侄子是民兵队长。岂有此理！简直是无法无天！你好心好意帮我这个糟老头子挑水，他赵元成还敢动手伤人，这是摆明了仗势欺人。大爷，我本不想惹事，可他下手狠毒，分明是想置我于死地。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，必须让他受到该有的惩罚。放心，有我在，绝不让你受这窝囊气。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替你讨回公道。走，咱们先找民兵队长，再去乡里说理。大伯，您今儿怎么有空过来？还让建国推着您，可是有什么事儿？小三儿，今日我是来告状的。咱们村里的赵元成昨日蓄意持砖殴打张建国，下手狠毒，险些闹出人命，这就是杀人未遂。杀人未遂？大伯您放心，这事儿我知道了，我立刻就去找村长询问情况，彻查此事。只要事情属实，我立刻将他抓捕，绝不姑息。黄老前辈放心，您可是功臣，好心村民帮扶老前辈，却遭恶意熊凶，这是极其恶劣的乡村恶性事件。我马上安排人去赵家村彻查整件事情，严格依规处置行凶者，一定给您和受害者一个公道。领导，黄老大哥，这都是一场误会，纯粹是小孩子冲动闹事，根本不算什么大事。建国啊，这事儿也不能全怪元成，你当初没说清楚自己是帮黄大爷挑水，元成误以为你是要多占村里的稀缺水源，一时冲动才动了手。说到底就是一场误会。误会？这根本不是误会。我当时有向他解释，他不听，直接上砖头砸脑袋，这是想要我的命啊！张建国，你血口喷人，你凭什么污蔑我？分明是你故意挑事，颠倒黑白，故意坑害我。叔，你快帮我说说，这就是误会，是张建国故意栽赃我，你快跟领导解释清楚啊！不用再多说了，事实清晰，证据确凿，立刻把人押送到乡里，
老老实实交代全部问题，等候处理。张建国，你害我，冤枉我，这梁子结下来了，这事儿没完。大爷，您安心坐着，我先把您送回去，回头立马去给您挑一担水，保证您今天够用。辛苦你了，建国，路上慢点，别着急。张建国，你给我站住！我二哥呢？你把我二哥怎么了？你二哥被民兵带走了，你有事问村长。咋的？想打人刚好，可以跟你二哥一起。你以后小心点，得罪了赵家兄弟，当心村长以后给你穿小鞋。没事儿，我不得罪他们，人家还是要拿砖头拍死我。躲不掉的东西就迎面冲上去。年轻就是好呀，不服就干，这个性格我喜欢。哎呦，这地窖下面怎么这么多红石头？石头下面能有水吗？有，快点挖，一直挖。爸妈，火把拿过来，这下面有溶洞。我的乖乖，这地下是龙宫吧？有风，建国小心一点脚下。儿子小心一点。慢点，这应该是天然溶洞，而且你们听，好像是有水声，在那个方向。爸妈，我觉得这件事咱们得瞒下来。我看过，这个溶洞应该是在咱家后山的地底下，这么大面积，说不定连着几座山都有可能。事情太大了，人心隔肚皮。想想咱们村长赵信那个人，他可不是个好东西。对，这底下溶洞和暗河不要说了，瞒下来。咱们家孩子多又小，又没啥靠山，村里村长处事不公，这地下暗河要是被人知道了，我们不但保不住，估计要惹祸，甚至这房子我们的性命都难说。这河里肯定有鱼，下网抽空我们把这溶洞摸熟悉，肯定不止一个出风口。有动静，快收网！天了，这水坑里怕不是有大几百上千斤鱼了，我们这是挖倒背了。我一会儿再给红梅和红月煮一锅，让味道散一散后再端上去，让他们也解解馋。有这么多，我们家可就不会饿肚子了。爸，吃饱饭了，我们把这鱼收拾一下，今晚上我们去个好地方。这么贵，比鸡蛋都贵，5毛一斤都赶上猪肉的价格了，这卖得出去吗？能，天旱，这么大的鱼是稀罕物，5毛不贵。5毛一斤，都是新鲜的、活的，票和钱都收。我这里有10斤粮票，买鱼能不能给我算便宜点？行呀，10斤粮票可以顶1块钱，你挑了鱼，补足剩下的差价就行。便宜一点，我们几个人每人买一条，5毛钱一斤，太贵了。天干旱呀，这鱼少，5毛一斤真不贵。回头我给你让几分钱。大哥，我要最大的那条鱼，给我抓住，别让它跑了。这双眼睛好美啊！好嘞，这最大的鱼有10多斤，我给你称一下。谢谢了，我就想买条大鱼，今天运气真不错。今天有福了，能吃到大鱼，赶紧去看看这边有没有豆腐卖。兄弟，给我这条鱼称一下，用草绳子绑好。你这人怎么就不老实？我们说要一个最大的鱼，你看你大鱼藏着给我们一个小的，咋的？怕我们不给钱吗？不行，帮你们换条更大的鱼。算了，一个卖东西的商贩，你还指望人家觉悟高品质好？把鱼换了就走吧。这10多斤的鱼，我想着已经够大了。你们2个人怕吃不完，倒不是诚心不卖的。这条鱼15斤，你添5斤的钱就行了。鱼大肉厚，吃起来才舒服。算了，不跟你说了。老板忙着呢，要点面，招牌萝卜肉面、豆腐鱼汤面都有。面我先不急着吃，我是来跟你谈笔生意的。我摊位上还剩100来斤鲶鱼，全是6、7斤重的大活鱼，刚死的，肉质紧实，还没变质，关键是几乎没细刺，做菜炖汤都绝佳。我原本摆摊卖5毛钱一斤，你要是批量收，我给你算4毛5一斤，绝对划算。4毛5确实不贵，但空口无凭。老板你放心，绝对新鲜，可以亲自过去过货，有1条不鲜，我1分不要。行，那就去看看。老板贵姓？姓张，单名一个武。我也姓张，500年前是一家人。张哥，以后还得多麻烦你照料。不错，鱼的品相很好，一点问题没有。这100多斤鱼我全收了，就按你说的4毛5一斤算，零头不用给我，多的几分钱当交个朋友。多谢张哥，太麻烦你了。没被人看到吧？饿不饿？锅里还有南瓜饭。饿，
赶紧煮鸡蛋，一家人一个，吃一个补补。我的乖乖，居然有1100多斤鱼，这钱建国你自己拿着，回头攒着给你娶媳妇儿。我把钱给妈拿一些，让她买些布给妹子们做身衣服，再给家里弄2床厚点的棉被，要不冬天冻死了。建国他爹，饭好了，快过来吃。孩儿他娘，回头给孩子们补补，看他们一个个瘦的。你们2个小丫头，家里吃鸡蛋的事情可别说漏嘴了，被人知道了可就没鸡蛋吃了。你肯定是偷摸了鸡蛋。我这鸡一天下1个蛋，我天天数着。今天你起来的最早，鸡窝里都没鸡蛋了，不是你拿走了，还会有谁偷鸡蛋？我早起只扫地生火，从未靠近鸡窝。造孽呀！是隔壁杨老太又在骂他媳妇儿了。这自从小杨媳妇儿又生了一个闺女，杨老太就3天2头找茬骂他，不是说他偷鸡蛋，就是说要把他闺女送出去。妈，一会儿我有点事儿跟你说。我们带回来一个猪头，这处理猪头肉最好去地下溶冻，要不味道大。至于那2只老母鸡，只要鸡吃得好，养得好，就会下蛋。行，我回头把猪头肉和鱼在地下都做好后再端上来，这可得备着点人。咱家的秘密可千万不能让人发现了。你回头和你爸赶紧把后面院子围墙打起高一点，隔壁杨老太可是个嚼舌根的包打听。建国啊，你这只能拿8分，分粮食都赶不上别人家，这日子可就难过了，吃饭都成问题了。早跟你说别跟赵家硬碰硬，你偏不听，这下尝到苦头了吧？平白无故少2分，多吃亏呀！哎，建国这孩子就是太愣。村里地头蛇全是赵家的人，得罪赵元成那一伙纯属给自己添堵。大伙儿别扎堆闲聊了，今天活少点，早点下工。我看水井里面还有点水，去晚了可没水了。糟了，家里水缸早就见底了，得赶紧排队挑水。对方同样姓赵，但为人却正直厚道，在全村老少心里颇有威信，不然也坐不稳村支书这个位置。建国，你这孩子太贴心了，总惦记我老头子，这份心意大爷记一辈子。趁着这几天温度还不高，回家把红薯埋起来，等冒出门绿薯叶，摘下来清炒炖汤都好吃。妈，你看都发芽了，这就是希望。后山那个溶洞里阴凉，咱们晚上就把这些种下去。这块宝地冬暖夏凉，不怕冻还不缺水。等过几日我再撒点空心菜种子，拌上草木灰当底肥，往后青菜就不用愁了。远墙垒高些，咱们在后院忙活什么，省得让人看见了说闲话。建国，你娘去哪儿了？这饭点怎么半天不见你娘？这么金贵的水，你们反倒拿来和泥做砖坯，真败家。我娘去别处忙活了，我们忙着呢，没空闲聊。能去哪儿忙活？家家户户都下工做饭，唯独不见他，莫不是藏着什么事儿？回家吃饭啦！天都黑透了，何玉峰到底跑哪儿去了？赶紧趁热吃，出去不要跟别人提咱们吃肉和白米饭的事儿，传出去要惹大麻烦。今天这事儿我越想越气，等吃完饭我就去找村干部评理。我一个壮农力，凭什么只给8栋工分？赵丽丽就是故意刁难我。还能为什么？她是赵元成的小姑，赵家的人自然偏着本家，你去找了又能怎么样？村里大小管事全姓赵，每次出事都欺负咱们外姓人，到最后也讨不到好。娘，您别发愁，他做事不公平，村里人早就对他不满了。回头我来想办法，早晚把他换掉。哥，肉好好吃，明天咱们还能吃吗？可以，但不能对外人说。明天不光有白米饭，咱们还能吃更好的。你个败家娘们儿！稀饭煮的头糊糊乎乎，米放这么多，一大家子口粮撑不到入冬，是不是想冬天全家活活饿死？快点把包子吃完，吃完用水把手和嘴洗干净，别带着油剂出门，被旁人瞧见要惹闲话。当年刘桂花常年受婆婆苛待，最后吊死在村头老槐树下。杨雄常年被母亲搓磨，40出头醉酒殉死，2个女儿失去双亲庇护，一辈子过得苦不堪言。建国，来抽根烟，我自己卷的。这2口人本分善良，前世的悲剧未必不能改写。杨雄，我记得嫂子好像读过书，读的是初中吧？啊，只读了个初一，读个初一就很强了。咱们村的计分员小学都还没毕业呢，就因为他姓赵，这也太不公平了。我要是有机会，宁愿选桂花嫂子当计分员，至少他人踏实肯干，也公平。建国，你可别抬举我了，我哪有那本事？计分员是管工分的精细活，我怕我做不好，耽误大家的事儿。这要啥大本事？你又不是不识字，只要不偏心，计分员多好呀！你还有空能带一下你家小……是呀，计分员多好啊，活轻松不说，
关键是能照看一下自己的孩子。要是我能当计分员，也许婆婆就没那么多怨言了。杨兄，这事儿真能争取。你手艺好，卷的烟叶全村有名，待人也客气。等下休息的时候，你多给大伙儿散几根烟，拉拉人情。你们两口子的为人，干活的勤恳，全村人都看在眼里，大家都信服你们。你好好想想，现在村里的干部管事的，清一色都是姓赵的，他们赵家自己人抱团，自然没人说闲话。可咱们村里姓杨、姓黄、姓刘的人家占了大半，心里谁没有怨气？早就盼着换个外姓人管事计分了。这机会摆在眼前，可别白白错过了。大伙儿歇着解解乏，尝尝我自己种的烟叶，味道还凑合。还是杨雄实在，你这烟叶长势好，味道纯，比外头买不差。建国，你真是个仗义人，大热天的还带茶水分给大伙儿喝，太难得了。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互帮互助都是应该的。赵丽丽，你还算个人吗？顶着计凤员的名头，品行连我们老百姓都不如。大家一起下地干的是一样的活，出的是一样的力，别人都是10公分，凭什么给我记8分？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，不然我直接去乡里告状。你们赵家村从村长、支书、队长到计分官，清一色全是姓赵的，这就是明目张胆的抱团欺压百姓，欺负我们外姓人好拿捏是吧？今天这事儿没完。张建国，你少在这里无理取闹，胡搅蛮缠。村里的村干部全都是村民投票，光明正大，哪有你说的那么不堪？别在这里造谣生事，挑拨邻里。选举出来的村长、支书、队长是大家投票选的，那赵丽丽这个计分员呢？她是村民选出来的吗？根本不是，是你赵鑫一手指派的。就她这种公私不分、公报私仇的品行，也配当计分员？你们这就是蛇鼠一窝、徇私挽臂，欺压我们普通村民。你胡说八道！你敢骂我，我撕烂你的嘴！你个游手好闲的二娘子，故意找茬闹事！说的没错，这计分做事确实不公道，还天天骗他自家人给外姓人穿小鞋，根本不配干这个活。依我看，干脆把他换了，重新选个公道靠谱的人当计分管。行了，别吵了，暂且先记下，后续再议更换人选。换了还不是姓赵？你们赵家村说到底还是赵家一手遮天，从来不给我们外姓人活路。建国说的对，再选计分员不能只选赵家的人。就是人家隔壁柳家庄村干部有姓柳的，也有外姓的，从来不会这般一手遮天。晚上所有村干部开会，专门商议计分员人选的事儿。散了。建国，今天辛苦你了。杨兄，刘桂花。好，我懂了。建国，后续我都听你的安排。好你个黑心的张建国，你们一家人手脚也太不干干净净了。我家好好的一只下蛋鸡，平白无故不见了，指定是被你们家偷走了。专门偷邻居家东西，良心被狗吃了。杨老太，你别血口喷人，我们家没偷你家的鸡，你可别胡乱栽赃。娘，别骂了，鸡找到了，就在后院柴火堆里钻着呢，应该是自己跑进去躲起来了。建国说的可真灵啊！我跟你说，只要你家故意跟我家吵一架，然后承诺以后机灵点，盯着我家的动静，村里计分员的位置铁定是刘桂花的。兄在，张兄弟人是真的仗义。之前虽说我能当上计分员，今儿居然真的成了。咱们两口子可千万不能忘本，更不能恩将仇报。我懂，这吵架还不是张兄弟指点的，以后我骂人你避开点，别理他。三哥，借你家毛驴用一晚呗，我家里院墙松动了，想拖点沙土修补，免得改天被杨老太撞见又要絮絮叨叨骂人。明天晚上我准时给你送回来，再给你结1块钱租赁费，你看行不？这有啥不行的？都是乡里乡亲的，用个驴多大点事儿，钱不钱的无所谓。那可不行，不能白用你家东西，该给的穷劳1分不少。路上路途远，夜里风凉，你们父子俩饿了就吃点泥鳅垫垫肚子，渴了就喝水，千万别饿着肚子。五哥，来2碗热面，多加汤水。今儿来的挺早啊。你家上次送来的鲶鱼口碑爆裂，我摊子里的客人吃过都赞不绝口，说从来没吃过这么鲜，没半点土腥味的鱼。主要是河水干净，鱼在清水里慢慢长，肉质自然细嫩，没有杂味。五哥，我今天带的鱼不少，等下剩下的我给你留几十斤，你随时过来取。那可太好了，有你这鱼，我这边生意都能稳不少。小兄弟，你这鱼品相也太好了，个头大，肉质鲜活，看着就上等，是从哪儿捞的好货呀？就是村里山里野塘捞的野生鱼，运气好罢了。同志，
麻烦给我挑2条最大的鱼。同志，你家看着人口不多，2条这么大的鱼吃得完吗？家里人少，但我们全家都爱吃鱼。上次买过你家的鱼，味道真的绝了，肉质细嫩，几乎没有细丛，熬出来的鱼汤奶白鲜香，家里老人小孩都爱吃。小兄弟，你下次什么时候还来卖鱼？前2天我特意过来等，都没撞见你出摊儿，白跑了2趟。一般隔个2、3天会来一趟，山里的鱼不好捞，没法天天有货。那太好了，我过2、3天再来蹲你。你家的鱼是真的好吃，别家的根本比不了。这200多斤大鱼一次性出清，今晚收成可不少。你家鱼肉质实在，下次有货我还过来全包。差不多了，剩下这些留着给张武吧。哎，谁？没人，赶紧搬东西，轻点，别吵醒琳琳。妈，这是新买的解放鞋，咱们1人1双。我还扯了些棉布，回头你有空给妹妹们做2件新衣裳。你还买了小鸡，太好了！趁着天还没亮，赶紧把这些小鸡放进老母鸡的窝里试试，看看老母鸡愿不愿意接纳它们。要是它不认崽，这些小可怜怕是就要遭罪了。你们赶紧多吃点儿，一整晚没合眼，可千万别硬扛，把身体累垮了，身子骨才是最金贵的。快吃，尝尝味道，甜甜的，可好吃了。再吃个鸡蛋，我听说城里的孩子天天都有鸡蛋牛奶补营养，才能长得高，身体壮，咱们都得补一补。就你道理多，妈还能不知道疼你们？赶紧吃饱喝足，抽空眯一会儿养养精神，天亮还得上工呢。建国，真被你料中了，我这次是真心实意谢谢你，要不是你提点帮忙，我媳妇这次绝对没希望当上积分员，我们全家都欠你个人情。杨哥客气了，这主要还是嫂子自身本来就合适这个岗位，等嫂子正式上任，你们家的日子肯定会蒸蒸日上，越过越红火。建国，跟你说个内部风声，赵元成那小子估计用不了多久就能放出来了。黄三哥，这消息靠谱吗？你是听到什么风声了？这事儿我听公社那边的熟人说的。赵元成虽然是动手打人，但他认错态度良好，再加上你受伤看着不算严重，而且他叔叔赵信接连往公社跑了好几趟，所以公社那边打算从轻处理，很快就要把人放出来。原来是这样，多谢三哥提醒，这份情我记在心里了。爹妈，黄三捎信来说赵元成快要放出来了。好一个赵信，果然是仗着自己跟公社的人熟就肆意徇私。赵元成把我儿子打伤，凭什么就这么轻易被放出来？这也太便宜他了！这口恶气我无论如何都咽不下去。爸，你别冲动，这事听我的，咱们不能硬来。我已经想好对策了，接下来你和妈就按我说的做，这样。你们是不知道啊，张家那小子突然头疼的厉害，疼得在床上满地打滚，看着要死要活的，吓人的很。他爹妈哭着喊着到处求人找车子，就怕孩子出事。最后还是咱们村赶车的刘二好心，连夜帮他们把人送到乡里，又花钱租了拖拉机，一路加急送往县医院治病。要说张元顺是真舍得，拖拉机跑一趟县城，不仅要加满一壶油油，还得花10块钱，这可不是小数目。我亲眼看着的，张建国疼得直接晕死过去。昨晚还是我和张元顺一起合力把他抬上拖拉机的，那场面看着都揪心。人的脑袋哪能随便被人砸？年轻人就是大意，被砸了脑袋还不当回事儿。要是这次不彻底治好，往后一辈子都要受病痛折磨。张元顺这辈子就这么一个独苗儿子，换谁都得拼命啊！医生，我前几天被人用砖头砸中了脑袋，这几天时不时就会头疼，只是之前都能忍住，没这么严重。可今天突然像是脑袋要炸开一样，麻烦您帮我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你们年轻人就是大意，脑部受伤是最凶险的，当初就该立刻来医院全面检查，拖久了可能会危及生命。初步伤情鉴定结果是头部受撞击引发脑震荡，眼下条件有限，没法细致查验，只能先按这个病者给你开药休养。医生，麻烦你多费心，我儿子连婚都没结，可不能落下半点后遗症。有什么好药贵药，你尽管给他用上，花多少钱都没关系，一定要把孩子彻底治好。妈爸，你们把医院的收费单据全部整理收好，一张都别丢。接下来你们俩直接去乡公社去找关押赵元成的拘留所，
就按我教你们的话说，态度坚决一点，别胆怯。赵元成是杀人犯，他动手把我儿子打成重伤，现在伤势复发，人躺在县医院抢救，才2天功夫，医药费就花了200多块。这等歹人必须以命抵命。同志啊，你们可要为我们做主！我家孩子如今躺在医院受罪，我们为了照顾病人，日日守在医院，没法下地干活，年底分不到粮食，我们一家怎么活呀？大嫂，你先别哭，事情我们都清楚了，一定会按规矩办事，给你们一个公道，绝不会偏袒任何人。同志，不是我们胡搅蛮缠，为了给孩子治病，我们家四处奔走，挨家挨户跟乡亲们借钱，欠了一屁股外债。这人是赵元成打的，这笔钱凭什么我们来承担？赵元成这是存心害人，他一个人的冲动，快要逼死我们全家，他就是杀人犯。要是不能严惩他，那我们一家也不活了。反正欠了一屁股债，没粮没钱，迟早是死，不如今天就讨个公道。赵信，你们赵家村的事情影响太恶劣了，原本只是邻里斗殴，如今闹出重伤住院、天价医药费的事儿，必须严查到底，给受害者家属一个交代。之前释放赵元成的决定暂且作废，等候统一处理。这件事影响很坏，你要好好处理。书记放心，我一定配合公安社调查，妥善处理好此事。你们2位放心，这件事儿我绝不偏袒，一定给你们一个说法。现在情况很不妙，公社那边态度坚决，元成大概率要被判刑，绝对不能让元成坐牢。咱们赵家想混出头，走得更远，就必须把元成捞出来。他要是背上劳改犯的罪名，这辈子就彻底毁了。谁能想到张建国住院2天就花了200块？早知道这样，当初还不忍下手再狠一点，也不至于现在进退两难。胡说八道！事已至此，说这些混账话有什么用？眼下唯一的出路就是筹钱救人，别心存歪念。老二，你手头宽裕些，先借我们一部分。我原本攒了点钱，是准备给老大娶媳妇儿的，如今只能先拿出来救人，实在不够，就再跟邻里亲朋周转，先把人捞出来。有人才有一切，等元成出来，我几个儿子和元成一起努力，迟早能把钱还给你。也只能这样了。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压住事态，绝不能再闹大，不然谁都收场不了。你们跟张家关系还算亲近，麻烦你们多去劝劝张家父子，让他们消消气儿，凡事留一线，拿钱和解，把这事儿彻底了结了。建国，你看着气色好多了，身上的伤彻底好了吧？哪有那么容易好？医生说我伤到了头，有脑震荡的隐患，属于顽疾，时好时坏，必须长期静养。这几天又是检查又是吃药，前前后后足足花了300多块，家底都快掏空了。也就张家心疼独苗儿子，舍得砸钱治病，换做一般人家根本扛不住这笔开销。看来张元顺爸是把给儿子娶媳妇的老本都拿出来了。建国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鲶鱼太贵重了，我可万万不能收。三哥，跟我还客气啥？前阵子我去县城赶集，看到有活鲶鱼卖，不用票，价格也实在，我就顺手买了几条回来养着，给你送一条尝尝鲜。既然你特意送来这份心意，我就不跟你见外了。今天别走了，留在我家吃饭，我这就去喊我叔过来，咱们爷仨晚上好好喝2杯。建国，你现在身子好些了，可千万别逞强，一定要好好休养，农活重活都先放一放。多谢大爷关心，好多了，就是脑子还有点昏沉，得慢慢养。哎呀，不用不用，你们吃就好，厨房里我们留了饭菜的，不用麻烦你。建国不是外人，你就别推脱了，平日里辛苦你操持家里，今天难得有好菜，你和孩子也好好补补。这孩子心地实在，懂得体恤人，快让他们母子吃吧，这么大一条鱼，咱们3个也吃不完。建国，赵元成的事儿你心里有数吧？赵信最近天天往公社跑，依我看，赵家大概率是想凑钱宴找你和解，你心里要有个准备。说实话，你这次医药费花了300多，不是小数目。赵家主动赔钱和解，其实是最好的结果，没必要硬扛着结死仇。三哥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可这口气我咽不下去。从我被无故打伤的那天起，我和赵家的梁子就彻底结死了。就算我今天收了钱和解，赵家也不会念我的好。与其日后被他们暗中穿小鞋，不如光明正大把事情闹到底。可300块不是小钱啊，你硬是不要赔偿，只让他坐牢，最后钱没拿到，还平白多了一组死敌，实在不划算。而且有赵信在背后运作，赵元成大概率也坐不了多久牢，
得不偿失，划算不划算，我心里清楚。赵家仗着宗家人多，村干部撑腰，平日里就欺压乡里，这次无故伤人，必须付出代价。三哥，我问你，赵元成把我打成脑震荡，最少能判多久？能不能关上1年半载？致人重伤，疑似脑震荡，情节恶劣，判1年半载是稳的。运气不好，从严处理的话，判3年都有可能。只是建国，你真要为了一时义气，彻底得罪整个赵家？不是意气用事，是情理难容。三哥，我今天来不只是道谢喝酒，我还有件大事想跟你商量，就看你敢不敢干。看你那点出息，人家建国年纪轻轻，敢想敢说，你年纪比他大，反倒畏手畏脚，瞻前顾后。我看他那法子稳妥得很，你只管试试，反正有枣没枣打一竿子，成了是你的机缘，不成对你也没有损失，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？是啊，张建国都敢大的谋划，直言利弊，我凭什么一味胆怯退缩？试试，未必不是好事。赵家人真是欺人太甚，仗着家里兄弟多人多势众，就横行霸道，无法无天。今天还敢威胁我，要动手打我，有本事他们直接打死我！我今年40好几，儿女双全，这辈子活够本了，就算死，他们也得给我偿命。爸，你少说点混话。咱们家地底藏着暗河，日后发财致富，过上好日子指日可待。你的命金贵得很，赵家几人的命加起来都比不上你一个人值钱。以后不许再说这种傻话，更不许一个人莽撞的找上门去闹事。那这医药费这口气就这么算了？当然不算，这事你听我的，我自有安排。医药费尚且次要，咱们手里攥着证据，明天我去乡里上访告状，非要讨一个公道回来。家里这段时间为了治病忙活琐事，钱花的差不多了，要不我明天再去河里捞点鱼，拿去镇上换点钱补贴家用。暂时不用去，明天有更重要的事要办。另外，家里前后的院墙必须尽快修好，这也是眼下的头等大事。村里若是多几个张建国这样的刺头，自己的工作根本没法开展。张建国无故旷工，直接给他记0公分。这孩子年纪轻轻这般执拗，没了公分，一大家子日子可怎么过？怕是连口粮都凑不齐。建国，这事儿你心里到底有几成把握？放心，7成以上把握。只要你全程好好配合我，稳稳8胜算，绝对没问题。那咱们就先按你说的试试。没问题，你到时候全程听我安排就行。放心，你半分损失都不会有。赵元国行凶伤人在先，被抓捕归案后，赵家亲属依旧嚣张跋扈。昨日还当众与自己父亲争执，险些动手伤人，气焰十分嚣张。同志，赵家屡教不改，肆意欺辱村民，我家绝不接受和解，恳请乡里依法严惩。这起伤人案性质恶劣，情节严重，一旦核实完毕，依法判刑定罪后，会直接移送县里监狱服刑。同志，这案子我熟，后续跑腿对接的事儿都交给我，我全程跟进。建国，你放心回去等消息就行，保准给你办妥当。这忙我实在帮不了，我嘴笨不会传话，你们赵家自己惹的事儿，自己想办法解决。人被你们伤得重伤，人家治病花了大把积蓄，你们总得拿出点诚意，有所表示才行。我家里忙着修院墙，没空待客，你们请回吧。张家人不识抬举，给脸不要脸。建国、元顺哥，你们先消消气，我们今天过来是真心诚意来赔礼道歉，解决问题的。元成年少气横，性子冲动，做事鲁莽了些，但本心不坏，绝非蓄意害人。他和建国纯属一时误会，失手伤人，说到底都是邻里乡亲的小矛盾。大家都是一个村的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没必要把事情做绝，坐下来把话说开，化解恩怨就好了。孩子们受了伤，家里花了不少医药费，我们赵家心里一直过意不去，也深知亏欠你们。关于补偿的事儿，我们绝对不会推货，一切都好商量。你看，咱们大人坐下来，好好合计合计，行吗？既然赵组长这么说，那进来坐吧。元顺哥，事情既然出了，我们赵家绝不推诿责任。我们一家人东拼西凑，凑了200块补偿金，先弥补你们的医药费和损失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咱们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两家人吃顿和解饭，往后谁都不许再寻仇闹事。200块，赵组长，你这话说的未免太轻巧了。我家建国被打成重伤，差点闹出脑震荡，前后治病买药，足足花了300多。你们伤人在先，仗势欺人在后，如今只赔200块，这是解决问题，还是打发叫花子？真当我们张家好欺负，还是觉得我们山穷水尽，缺这200块活命？你们赵家这算盘打得也太响了。你也体谅体谅我们的难处，家里4个孩子要养活，家境实在拮据，我们是真心想弥补过错，眼下倾尽所有，也就只能凑出这200块。你先收下这笔钱缓一缓，
等袁成的事情了结，他回来之后，我们再慢慢凑钱补上剩余的。我虚长你几岁，今天就当我这个做哥哥的真心求你高抬贵手，放过这一次，行吗？赵大伯，客套话就不必说了。若是你们赵家真有半分诚意，前2天赵元军就不会当众围堵我父亲，险些动手伤人。若是赔礼道歉赔钱就能抹平所有过错，那规矩还有什么用？这一次是我命硬侥幸，是我父亲舍得花钱才勉强保住我一条命，这根本不是几百块钱就能和解的恩怨。张建国，大人说话哪里轮得到你一个小辈插嘴？一边去！村长亲临我家，倒是好大的官威。怎么，赵家村的村长是你们赵家祖传的职位，能让你一辈子一手遮天？你放肆！毛都没长齐的小子也敢对我指指点点，口出狂言！张元顺，看看你养的好儿子，目无尊长，不知礼数，都是你管教无方。回头我就上报村里，好好管教管教他。上报村里管教我？你这村长还能当几天？这村子是全村人的，不是你们赵家的私产，更不是你一手遮天的地方。建国，别胡说八道，快闭嘴！行，大家都先消消气，是我们太过急躁了。补偿金的事好商量，你们一家人好好考虑考虑，改日我们再上门拜访，细谈此事。今日就先不打扰了。不知好歹，给脸不要脸！哼，我倒要看看日后你们张家谁还会来帮你们，别到时候走投无路，反过来低声下气求我们。都是一个村的，赵家要是肯低头道歉，这事儿就算了，好几百块钱呐，咱们这些穷苦庄稼人哪经得起这样折腾？你家儿子也老大不小了，往后娶媳妇儿办酒业，处处都要花大钱。这可是赵家村，满村都是姓赵的，赵信又是一村之长，跟村长对着干，能有好果子吃吗？妈爸，你们别担心，你们好好准备晚饭，多烧点茶水，好好招待乡亲们，别让人挑出半点闲话。建国爸妈，你们家也太舍得了，这年头大旱缺水，塘里的鱼早就绝迹了，居然还有新鲜鲢鱼吃。是啊，全村的鱼塘都干见底了，一滴水都不剩，哪来的活鱼啊？这可比猪肉稀罕多了。这鱼是我前段时间跟建国去县城赶集，撞见有人摆摊，就特意买了几条。当时舍不得吃，就想着慢慢养着。还好这鱼生命力顽强，耐养活，换做别的鱼早就死透了，哪能留到现在？原来是这么回事儿，难怪呢。也就县城物资足，能买到这种大鱼。咱们乡下只有风调雨顺的好年景，才能捞到几条野鱼。今年大旱，真是有钱都买不着。合适你的手艺也太好了吧？这鱼做的鲜嫩入，一点土腥味都没有，比镇上饭馆的味道还绝。你现在才知道，咱们村不管谁家做事儿，第一个请的就是何婶，他手艺是全村公认的好，寻常素菜都能炒出荤菜的鲜香。何婶，我过几天家里有件喜事儿，隔壁村的姑娘要来家里看家，不知道你到时候有没有空来我家帮着掌勺做顿饭？有空的，你家的事儿我记着呢，到时候我早点过去，保准给你安排妥当。那山涧被大石头堵死了，就是路太险了。张建国，这是村里安排的集体任务，人人都要服从分派。你要是拒不服从，今年你家所有的粮食全部扣除，一粒都别想拿到。你前段时间一直借口生病不上工，本该扣罚粮食，但你要是愿意去炸山，之前缺席的时间全部给你补算工分，既往不咎。去10多里外的山涧取水根本不现实，一来一回将近30里山路，往返就要耗费大半天时间。全村上千口人，靠人力一趟趟挑水，根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如今大旱之年，深山山涧尚且存有水，足以证明咱们村地下水资源十分丰富。与其冒着危险去深山炸石开路，不如就地想办法重新深挖村里的老水井，勘探新水源，这才是切实可行的办法。建国说的没错，那山路实在太难走了，挑一趟水又累又耗时间，根本不够全村人用。是啊，要是在家门口就能取水，谁还愿意跑几十里山路遭罪？我觉得建国说的有道理，眼下村里缺水是头等大事，只要能解决吃水难题，就是真本事。依我看，咱们可以兵分2路，一边筹备炸石旱路，一边让建国牵头勘探村内水源，哪边先找到稳定水源，就按哪边的法子来，两全其美。我也觉得可以让建国试试。村里要是能多一口活水井，大家伙就能轻松太多，不用天天耗费时间翻山越岭。这刘桂花才当上计分员没几天，就敢公然跟我唱反调，分明是不把我这个村长放在眼里。我赞同这个提议。如果张建国同志有把握找到地下水源，完全可以试一试。若是尝试无果，再安排人炸山公路，疏通山涧也不迟。
村里决定，让张建国和黄三全权负责村内找水事宜，限期1周。若是1周之内找不到可用水源，张建国就必须服从安排，去炸山放炮，开路取水。1周太短了，根本不够用。找水源本就是碰运气的活，耗时耗力，不然村长早就带人挖出水了，哪用等到现在？最少得给我1个月时间，才能彻底勘探清楚。村里所有人都等着用水，根本耗不起1个月，最多半个月。你要是没信心，不敢担事儿，就直接认怂，明天乖乖去炸石修路。行，就按村长说的来，我和黄三哥尽力找水。建国，我看这河床底下土层湿润度比村里别处高，咱们在河底打口井试试，说不定比村里那些枯井出水的几率要大得多。黄三哥，你帮我搭个手，让我爹手在井口绑好绳索，我带工具下井底仔细探查一遍。行，只要你能找到水源，救全村人于水火，一切都依你。赵信那边你不用管，我去摆平，保证没人敢捣乱。这里不行，大概率不靠近地下暗河，再挖也是白费力气。井底还是没水吗？这贼冷天，偏偏连年大旱，滴雨不下，这日可咋熬下去啊？我早就说白费力气，村里这些老井早年都深挖过无数次，要是能出水，早就出了，还轮得到他张建国逞能？可不是嘛！张建国以前就是村里的混总，整日游手好闲，他的话也能当真？黄连长也是糊涂，居然被他忽悠着白费功夫。我再歇片刻，等下继续下去挖。我总感觉是不是挖得不够深？建国，你累坏了，这次换我下去，我也有经验，你在上面好好歇着。我还以为你们有啥好办法。挖水井这个办法，村里老早就用了，没用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天干旱这么厉害，没水就是没水，就是纯粹是耽误功夫。半个月的期限马上就到，到时候找不到水，看你们怎么交代。依我看，趁早别瞎折腾了。山涧那边本来就有水，就是路难走上不去，直接用火药炸开一条山路，大家就能直接取水，多省事儿。爸，别停，继续往下挖，我看到红石头了。好。爹看见了，这下有希望挖出水，肯定能挖出水。出水了，真的出水了，井水冒出来了。真出水了，我没听错吧？快看看，赶紧看看，是不是真的有水了？我来挖，我力气大，让我下去帮忙。有水渗出，就是不多。我琢磨着，还往下面挖个1、2米，也许就够乡亲们吃水用了。大家伙快来看，水井里面的水已经有1米深了，再挖怕是要漫出来喽！都别往下挖了，所有人先上来休整。挑几个体力好、警醒的民兵，今晚轮流守在水井边，一刻都不能离人。好嘞，听三哥安排。这下好了，咱们赵家村再也不用愁吃水的事儿了。可不是嘛，多亏了建国父子俩，真是咱们村的大功臣。建国，你们父子俩这回可是立了天大的功劳，今晚必须去我家喝酒，我得好好谢谢你们爷俩。建国、元顺哥，就是一顿家常便饭而已，怎么还带东西过来？太见外了。不是啥贵重的东西，刚好家里有，就顺手就带过来了。上次我妈进城买的鸡蛋吃不完，这可使不得，鸡蛋多金贵啊，哪能总让你们家破费？嫂子客气了，都是邻里乡亲，谈什么破费？你这也太奢侈了，这还没过年呢，居然把公鸡都杀了待客。建国，之前你跟我说我能争一争村长的位置，我心里一直没底。我在村里根基太浅，怎么可能争得过赵信？三哥，你只管好好干。如今你帮全村解决了吃水的大难题，在村里已经有了威望，等时机到了，自然能取代赵信。好，我信你。黄三哥，这不算啥，你听我的，这还差一点点，村长就是你的了。别管他们年轻人唠村，咱们爷俩喝酒。这下好了，水井挖成了，往后咱们日子就好过了。这井离我家最近，以后我打水再也不用费劲奔波了。黄大爷您放心，往后我有空就顺道给您挑满1缸水，您就别操劳了。听说城里人家家户户都有自来水，不用挑不用担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，也不知道我这把老骨头能不能等到那一天。县城确实好，啥新鲜玩意儿都有，好多东西我见都没见过，要是能常去县城就好了。你跟黄三刚才偷偷说啥呀？神神秘秘的。我们在商量
怎么把赵信拉下来？他人品不行也不地道，让他继续当村长，只会害了全村人。嘘，别乱说，这话要是被旁人听到，麻烦就大了。再说了，你能行吗？行不行，爸，你等着看结果就好。老二，多拿点钱出去打点疏通。袁成一旦被关进牢里，往后工作成家全都受影响。赵家以后还要靠袁成，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？我得去给黄三儿一点压力。这个黄三儿吃里扒外，居然帮着张建国一家，乡里也是这点小事，非要把人送到牢里去，还要得到苦主的谅解。要不去求一下那个贵人，或许袁成就出来了。糊涂，好不容易搭上贵人这条线，不能就这么把机会给用走了。眼下最要紧的是搞定张建国一家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只要张家松口，袁成就能平安回来。等袁成平安归来，度过这个难关，到时候我们有的是机会收拾张家，报仇雪恨。你不好亲自出面，免得落人口实，找村里靠谱的中间人去说和，抬高补偿条件，先稳住张家，把袁成捞出来。大鲶鱼，我要最大的一条。来的正好，今天最大的鲶鱼足8斤重，再送你1斤泥鳅，回去洗净油炸干煸，放点辣椒，香得很。那我再买3斤泥鳅吧。对了，你们下次什么时候来黑市？要是有大鲶鱼，帮我留一条。要是下次我没来，你就把鱼送到这个地址，自然有人给钱，不用等我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老板，给我称100斤大米。怎么涨得这么快？这也太离谱了！不是我故意涨价，是食品公司的猪肉先涨价，还得凭票购买。我这不用票，6毛1斤已经是最低价了。再过几天，怕是还要涨。老板，筒子骨猪大肠怎么卖？筒子骨3毛1斤，猪大肠1副1块5。好大胆子，都拖到我身上来了！叫你不学好！钱丢了没有？没有，好在我反应快，多谢大家了。爸，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去个厕所，一会儿就回来。谁干嘛了？跑这么快？谁家的孩子被狗叼走了？拦住这狗，它叼小孩，赶紧拦住！我看看有没有气儿。这个围巾软，用它包着孩子。你帮我一起把孩子送到医院去，好不好？好，这孩子情况不好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和家人交代一声。姑娘，你抱着孩子等一下，我一会儿就来。怎么还没来？这孩子怕是不能再等下去了。万一不行，我把孩子先送到医院去抢救。抱孩子的姑娘，你别走，别走啊！作孽呀！这谁家丢了孩子？好好的骨肉，怎么就这么狠心丢在外头，还被野狗叼了？真是造大罪了！你们俩谁清楚情况？这孩子看着刚出生没多久，身上冰凉还沾水，是不是天生有啥毛病，才被爸妈狠心丢下的？这，你先拿着，我得赶在天亮前回去，到时候就说你进城看病。这边孩子的事儿，你安心处理好，别操心家里。知道，爸，你放心就好了。对了，别跟赵家人起争执，更不要跟他们吵架打架。等我回来。我晓得，现在日子这么平稳好过，我可惜命了，绝不惹事。你安心救人。孩子姓名是什么？父母信息、家庭住址有没有？看病需要登记信息，还要开单位介绍书才行。同志，我们也是偶然碰到的，半夜看到一条野狗叼着这个孩子，我们赶紧拦下来，第一时间就送过来了。确实不知道孩子的父母是谁，也没有任何证明。孩子应该是落水后受了严重冻伤，身体脏器发育是完整的，没有先天缺陷，但现在身体机能极度虚弱，心率、呼吸都不稳定，随时可能出现生命危险，你们要有心理准备。这些钱你先拿着，救人要紧，不够我再想想办法。不用，我有钱，够支付医药费。这孩子估计是个女孩子，被人遗弃扔河里了。胡同不远处就有一条小河，这么冷的大冷天，为人父母的怎么能这么狠心，活生生把刚出生的孩子丢掉？是呀，太狠心了，也不知道这孩子能不能挺过来，实在太可怜了。对了，我家在赵家村，家里条件虽然普通，但吃喝不愁，我爸妈心性都善良实在。要是这孩子能救活，没人收养的话，我带回家养着也行，不差他一口饭吃，肯定能好好养大。我母亲已经退休在家，家里清闲无人打扰，家里条件也比乡下宽裕些。
要是孩子顺利救活，没人认领的话，可以送到我家养。我爸妈肯定会好好疼他，不会让他受半点委屈。孩子救回来了，生命体征暂时稳定了，不过身体还很虚弱，身上有一些皮外伤，需要住院观察一段时间，好好休养调理，避免后续感染复发。我知道你家位置了，下次我专门给你送鱼，就送最大最肥的大鲶鱼。这孩子身子亏空的厉害，后续还得买奶粉补身体，好好调养才能恢复元气。行呀，那我可等着你的最大鲶鱼。天亮了，我得赶紧回去上班，这里就辛苦你多照看一下孩子。你放心回去，这边有我守着，没事的。我的天，女婴被野狗叼过，动过河水，这孩子遭了大罪了。你一个大姑娘，捡回一个孩子算什么事儿？别人还不知道咋议论你，你以后谈对象咋办？我们厂长在我面前都夸过你好几次了，我都琢磨着让你和他儿子见一见。爸，我都说过多少回了，找对象的事情我自己找，你们就不要操心了。身正不怕影子歪，那孩子本来就是捡到的，我们要是不管，孩子会没命的。家里又不是养不活这孩子，我工资也不少了。挺可怜的，不行就留着吧。我在家闲着是闲着，帮着带一下就好了。咱们也就多一个小闺女。你就不要在这瞎掺和了，你们一个个不省心，这孩子绝对不能要。回头芷兰要说婆家，兴邦也要结婚，这多个孩子算什么？妈，我们2人加一起的工资1月都有100多块了，养一个孩子还是很容易的。看到总不能不管。咱们不是约好的一起回来，我怎么都没等到你？你昨晚上到底干嘛去了？捡到一个小孩子，送到医院去了。你要不要一起去看看啊？还有这样的事情？走去看看。二妈，走，一起去吧。这是张建国，是我们俩一起捡到的那婴儿。当时看到有条狗叼着婴儿从我们跟前跑过去，我们把狗赶走了，把孩子救下来了。我咋觉得这狗是救孩子？这孩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他叫什么名字？这孩子长得真好看，还会笑，小名就叫笑笑吧。我家虽然在农村，但是家里和睦，父母也善良。张建国这小伙子心肠也挺好的，应该不会亏待这孩子。总而言之，不能亏着笑笑了。这孩子可怜，一定要善待。行吧，就听妈你的。不过笑笑还得在医院待几天才能走。咱们去给笑笑准备点衣服，要不然天冷了，这孩子衣服都没得穿。这样吧，大哥，3天后来接孩子回去，这里就麻烦你了。这孩子可怜呀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遇到也是缘分，怎么没抱回来？就是这么大孩子太小了，咱们得想办法弄点奶粉。就是这孩子跟我们老张家有缘分。元顺、黄三，这次真是多亏了你们，这口井可是咱们全村的命脉，要是一直废着，往后农忙吃水、浇地都难。都是村里大家的事儿，谈不上辛苦。只要大家往后用水方便，我们累点都值。建国，赵成这次是真的服软了，特意托我再来跟你说说合事儿。他愿意实打实赔偿350块钱，再备上几样后事的礼物，就只求你们家高抬贵手，去县城把对赵元成的指控撤了。这事儿我得跟家里人商量商量，不能我一个人做主。建国，赵元成的事儿咱们千万不能急，咱们越是沉住气，赵信心里就越慌。我也是这个意思，现在不能松口，等咱们的事儿办妥了，再来收拾赵元成这点烂摊子，主动权才在咱们手里。芷兰，这是你处的对象啊？小伙子看着也太精神太俊了，看着就踏实靠谱。王婶，您别乱说，不是的，就是家里的亲戚过来帮我拿点东西，马上就走的。原来是亲戚啊，那倒是我看错了。建国，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，我们这家属院全是相识多年的老街坊，嘴碎得很。我要是不及时解释清楚，指不定后面被传成什么样呢。没事儿，我一点都不介意。其实我们乡下村子也这样，大家闲来无事都爱唠嗑八卦，人心都是一样的，太正常了。这点钱你拿着，平日里给笑笑买点生活用品，后续要是奶粉不够了，孩子缺啥吃的用的，你随时跟我说，我来想办法，尽量多给孩子备上。芷兰，我是真没想到你能对这孩子这么好。那可不，这孩子我打心底里喜欢他，我就盼着笑笑平平安安长大，日日都是欢欢喜喜的。你往后一定要细心照看，好好善待这孩子。要是你家里往后有难处，养着吃力，直接跟我说，我家里也可以把笑笑接过来收养，我绝对好好带他。没事儿，我家里父母都同意了，笑笑要是有空姓张也可以来看看。当初要不是你那一嗓子，也许就捡不到这孩子，你对他也有救命之恩。好，我记得你家赵家村，我应该可以找得到。你要是对笑笑不好，我就会把他要回来。这女娃是我在大黑狗嘴里救下来的，刚出生没几天，目前还没找到她的亲生父母。各位乡里乡亲，要是有谁知道线索，麻烦帮着传个信儿，我张建国必定重重感谢。好好的娃怎么会扔在林子里？太狠心了！我看就是个没人要的丫头片子。10有8九是家里盼着生大胖小子，你家虽说心软喜欢孩子，可也犯不着捡这么个拖累回来，纯属白费力气。哼，杨老太，你说话积点口德。天底下所有男人，哪个不是女人生的？你家那些儿孙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我又没说假话。
你自家好好看看，你家儿子就是个混日子的，3天打鱼2天晒网，身子还弱得像个病秧子。你家本来日子就不宽裕，还养着几个娃，我还说不得2句了，哪有这个道理？我家养不养的活，也不会吃你的喝你的，要你管。建国、玉芳婶，实在对不住，我婆婆年纪大了，嘴碎爱多管闲事，说话不过脑子，你们千万别往心里去。这小丫头看着真招人疼。我最近还有些奶水，你们要是忙不过来，顾不上带娃，随时跟我说，我帮你们照看。多谢了桂花，你呀，有空劝劝你囊人。你婆婆爱生事儿，你们小两口心可得往一处使，不然你这好好的家都会被你婆婆给拆散。婶子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我都想分家，可杨雄总是不乐意。他说家里还有弟弟没娶媳妇儿，想多干几年，给他弟弟说一个媳妇儿后再分家。他们杨雄也是个好儿子，哎，两口子被窝里多聊聊，有啥事不好商量的。红月，别乱动，绵梅年纪太小，皮肤嫩得很，你没轻没重的，万一戳伤她的脸可怎么办？红梅，你带着妹妹去旁边玩，别吵着笑笑睡觉，妈给你们做新棉鞋穿。你这什么意思？怎么是他？有用吗？你没弄错吧？不会错的，这些天就要辛苦你，要是有发现，我们就这样，保管能让你心想事成。这有点不好吧？万一被人发现了，那我岂不是糟糕了？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这又不是咱们的错，只是适当的时候发挥点作用而已，没必要觉得内疚。男人干大事就得不拘小节。行，我听你的。400块而已，凭我们兄弟的本事，很快就能赚回来。只要袁成能平安出来，这点钱不算什么。日后我有的是办法，让张家连本带利全部吐出来。其实软的不行，我们可以来硬的。他家孩子那么多，随便弄一个来，逼一下张元顺，到时候再装作好人，设个局就把这事儿解决了，也花不了400块。最近张家挖出水源，乡里都注意到了，不能轻举妄动。而且他们跟黄三走得近，黄三是民兵连长，又有侦查的本事。这些事暂时不要想了，出事就得不偿失了，还是示弱服软，给钱比较好。明天我再去找张家人好好谈谈，摸清他们的底线，对症下药，尽快把这事了结。袁成还被关着，拖得越久，对我们越不利。知道了。谁家的野猫没关好，又跑到老娘这里来偷腥？是我。出什么事了？这么急着找我？成了，全都被你料中了。我今晚一路跟着赵信，他半夜真的偷偷溜去李小花家里。你之前说的所有事全都是真的，可惜我今晚没提前准备，不然直接就能把他堵在屋里，抓他个人赃并获。接下来怎么办？抓贼抓赃捉奸捉双，谁都可以把赵信堵在屋子里，但是你不能。赵信这件事中，你不能露面，要不然不能服众。哎呀，你看我一激动，脑子就乱套了。那咋办？那个赵信进去出来也就10分钟，咱们得快，要不然啥都抓不住。我有办法，回头我来安排，你到时候出来控制一下局面就行了。正太，就这俩难妹的。你要是有能耐，你给我弄几盒好的婴儿奶粉，多少钱我照价给你。啊，奶粉，好，我马上去给你买。就是你这为啥要婴儿奶粉？不应该是给你或者你弟弟喝的吗？你是不是没路子？真没路子也不怪你，我确实有用。有，一点奶粉而已，哪里能难得到我？等合适的时机，一定要和正太说清楚，我们两个不合适。倘若正太真的帮忙买到奶粉，我一定额外备上东西补偿，绝不让对方白白出力吃亏，欠下人情。建国，之前的事儿说到底都是误会，我们赵家知晓错处，等袁成回来，我一定严加管教。大家同村住着，何必闹得不死不休？建国，要不这事儿就到此为止吧。如今咱们日子慢慢好起来，不要再多生事了。你儿子差点杀人，就得去坐牢，别整什么给钱的话，我们也不稀罕。王子犯法都与庶民同罪，何况是你家？张建国，我家已经让步了，你别得寸进尺，还以为我真没有一点办法了？着火了，快来救火呀！李小花家院子起火了！李小花，你睡死了吗？这么大的火，居然就没看到！信哥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还以为你过来给侄儿孙子送东西。没错，我就是过来送点东西。
都是自家人，我身为村长，看望晚辈理所应当，大家千万别误会。大侄子，你听我说，这是误会，这是冤枉。多喝点汤，暖暖身子。人只有吃好喝好，气色才能养回来。哥，赵家接连出事，赵成会不会记恨在心，伺机报复咱们？你们最近晚上少出门。赵家接二连三出事儿，防止他们狗急跳墙。回头我看看有没有狗啊啥的，抓一个在家养着。建国，笑笑睡得安稳不？别抱着太久，胳膊容易酸。没事妈，抱着暖和。真是太谢谢你了，麻烦你带路，不然我们怕是找到天黑都找不到赵家村。不碍事儿，顺着这条路一直走就是。你们去吧。张建国，勇哥，芷莲，你们怎么找过来了？快进屋坐。我带奶粉过来了，专门给笑笑补身体的。妈，快来，家里来客了。一路辛苦了，赶路这么久，肯定饿坏了。现在做饭还早，我先给你们煮2碗荷包蛋垫垫肚子。你家看着也不宽裕，这粮票你收下。不用，咱们村里很少能用得上粮票。今年大旱收成差，日子是紧巴点儿，但你放心，我绝不会让笑笑受委屈。奶粉我收下，布料你自己留着做做身衣裳。笑笑的新衣鞋子，我妈会帮忙做。对了，这么紧俏的奶粉，你从哪里弄到的？黑市上奶粉都少见。是我对象帮忙弄到的。对象？那可得恭喜你了，他倒挺有本事。对了，他叫什么名字？郑泰，在钢铁厂上班，和我父亲一个单位，两家很早就认识。郑泰，帮我抱一下孩子，我去舀瓢水喝。别直接喝生水，不干净，容易肚子疼闹毛病。怎么了？听你语气好像不太顺心。既然两家知根知底，旁人都说般配，你怎么闷闷不乐？我也说不清，所有人都说我们合适。郑泰对我上心，他父母也十分中意我，家里条件也好，看着万事周全。可我心里总是隐隐不安，开心不起来。婶子，东西我们不能收。来一趟送这么多东西，哪有让你们空着手回去的道理？建国啊，这俊俏姑娘是谁？是不是家里给你相看的对象？杨老太，别乱猜，这位是我朋友，芷兰是她堂妹，两人顺路过来串门。我才不信，姑娘长得白净好看，还拎一大堆礼物，你妈舍得送出2只老母鸡，不是对象哪能有这待遇？建国，听说你城里对象上门了，打算啥时间定亲？有空把老屋修整修整，准备办喜事喽。你可别在这胡乱编排，要是害得我儿子以后娶不上媳妇儿，我可要找你算账。一天到晚没事净瞎念叨。建国，前几天我撞见赵元成他哥了，那人说话阴阳怪气，实在惹人恼火。我们吵了几句，差点直接动手。爸，我跟你叮嘱多少次，别跟赵家的人争执，更不能动手。你怎么总是记不住？他当众污蔑你，说你上次挨打是装的，故意讹赵家，我实在忍不了。我知道你护着我们，可现在咱们偷偷卖鱼攒家底，正是紧要关头，千万不能出事。一旦被人抓住把柄，所有打算都白费了。早知道这么好卖，就多运点过来了。对了，上次那个姑娘今天没来，我特意留了2条大鲶鱼，打算送给人家兄妹。上次人家送了不少东西，我们白白受礼，你妈一直心里过意不去。没事儿，我知道她家住址，稍后我亲自送过去。爸，你看好摊子，我四处逛逛，买点东西。大爷，这4只母鸡，2只大鹅怎么卖？你怎么买大鹅了？夜里赶路回去，可当心大鹅乱叫，动静大了容易引人注意。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村里都说大鹅警觉，能看家。笑笑年纪小，养2只鹅，夜里有任何动静都能知晓，图个安心。等过年还能炖大鹅。爸，你先赶驴车回村，我在城里留一晚。要是村里人问起，你就说我去镇上医院办事。行，那你在外当心，早点回来。周芷兰上次和我说过，黑市上有这个大鲶鱼卖，我就买了2条，想送去，想着深更半夜这也不方便，索性就来找你了。黑市那家的大鲶鱼，那是真的好吃呀，就是时间不准确，我前阵子去了几次都没买到，我妹子肯定也是馋了，难得你遇到买了，那真的感谢了。来兄弟，这是钱，亲兄弟明算账，这是特意送给他们的。
都是兄弟，这是一点心意，给钱就是打脸了。晚上你就睡我这儿，我打地铺就行。行了，我这儿也没什么吃的，给你下碗面条。今天星期天，一会儿要不要我陪你去找周芷兰？行啊，我把鱼送了，顺便还有点事情要办。今天我爸妈都不在家，你们来了，刚好别走了，在家吃顿饭。行，我和永军一起帮着收拾那条鲶鱼。芷兰在家吗？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？这就是我上次说的对象，正太。你父亲做什么工作的？我父亲和芷兰父亲一个厂子，他是厂长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。也许过不了多久，我们就要结婚了。前世有一个闹得沸沸扬扬、残忍的杀妻案，说的就是一个姓郑的厂长的独生子，残忍的杀害他妻子。你和这个正太不合适，你们不要结婚。你如果想好好活着，过好余生，就不要和他在一起，分开，必须的分开。为什么？有机会咱们再碰头，或者去我家那边，我有话要对你说。行。你今天有些奇怪，说话没头没尾的。你回去好好照看笑笑，要是缺什么告诉我。走吧，正太，刚好咱俩一起。你先走吧，我再等会儿。这个张建国是谁？刚才在院子里说什么了？他不知道我是你对象吗？咱们快要结婚了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话，非得背着说。累了，你和我哥先回去吧。黄三有事情找你，好像是乡里那边来人了，让你赶紧过去。赵元成的事情已经定下来了，一直得不到你这边谅解，而且还有提供了医院的一些证明，证明了赵元成一伤人捐罪，被判刑10年。终于把赵元成给送到牢里关10年了，真是恶有恶报。好，原本赵信一直在积极奔走，刚好赵信出了事情，赵元成那边才算是彻底定下来了，以后你就可以放心了。那赵成这几天在哪儿？是按照我说的处理吗？对，赵成弄已经去山里修渠道，我让几个民兵盯着点他。我想把父亲还有赵家兄弟分开来，至少不能在一个村做事。虽然赵元成被抓坐牢，万一其他赵家兄弟发难咋办？大家都住在村里，这就是把白天分开干活，可是晚上这不都回家？这事儿不好办啊，我再想想办法。元成被判刑，你们年纪也不小了，留在村里，人家一说是劳改犯的兄弟，这对你们不公平。就算是有的不介意，姑娘那质量也不行。你们都还年轻，出去机会还是要多点。赵元军，这大旱之年，怎么会出去谋生的？现在村里对咱们的看法太大了，咱们也只有出去寻找机会了。与其在村里被人指指点点，不如外出闯荡，或许能闯出一条生路。大家伙放心，我们往后一定安分做人，绝不辜负村里的包容，绝不会给村子抹黑，踏踏实实好好做事。建国来了！昨天你家做啥好吃的了？香得很，大半个村子都飘着肉香味儿，我们隔着老远都闻着了，可把人馋坏了。啥好东西？就是前些天身子不舒服，去医院检查了一趟。如今猪肉紧俏，还要肉票，普通人家根本买不起。我偶然看到黑市有便宜的猪大肠，就买回来卤炒了尝尝鲜罢了。要说这猪大肠看着便宜，可着实不好打理，油腻不说，还藏着脏东西，稍微清洗不到位，就带着一股子腥臊味，根本没法入口。不止如此，今年天气反常，收成怕是要受影响，物价也跟着涨得离谱。往年猪肉5毛5一斤，我前几天去乡里一问，居然涨到6毛5了。照这个涨法，过年都吃不起一顿肉馅饺子，日子太难熬了。可不是吗？就算猪肉不涨价，靠挣工分过日子，大多数人也买不起。我也是前段时间受伤体虚，身子亏空的厉害，才想着买点荤腥补一补。建国，多亏了你，我才能做这个计分员。我婆婆近来也很少在家闹腾，都是托了你的福。我家娃有个肚兜穿小了，8成新一点不旧，回头我让杨雄给你送过去，给笑笑穿正好。小孩子肚子不能受凉，可得好好护着。那就多谢嫂子费心了，回头你有空就带着孩子来我家串门，热闹热闹。桂花手可真太巧了，这做的也太好看了，比集市上卖的都精致。张兄弟，我有个事儿想麻烦你。我听说你最近经常去县城，能不能帮我捎点东西？我家老娘总说饭菜寡淡，一点油水都没有。我听村里人说，县城黑市的猪油不用票，偶尔能买到。你能不能帮我买1块钱的？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除了猪油，还有别的要带的吗？那我再给你5毛钱，你看着置办就行。有合适的就买点别的，要是没合适的，就全都买成猪油。兄弟，麻烦稍微挪一下位置可以吗？这个摊位我们一直在这儿卖鱼，老顾客都认准了这个位置，换地方他们不好找。搞笑呢，旁边到处都是空地方，你们不会过去摆？这又不是你家的地，
凭啥让我挪？这位置我们摆了大半年，黑市摆摊的老人都清楚，这就是我们的固定摊位。你把鱼摆我旁边，脏水血水溅过来，弄脏了我的野猪肉，你赔得起吗？赶紧挪走！你刚才也说了，旁边全是空位，怕我的鱼弄脏你的肉，你大可以自己挪去旁边摆摊，凭什么要我挪走？别动手，有事好好说，快喊龙爷过来评理。你们两个是新来的吧？不懂黑市的规矩，头3次摆摊免收摊位费，给你们落脚谋生的机会。但凡常来的老商贩都缴费固定摆摊，你们无端抢别人的摊位，还当众闹事，立刻把摊子搬走。再敢闹事，就直接滚出黑市，往后不许再来摆摊。龙爷恕罪，是我不懂规矩，还请二位多多包涵，别跟我一般见识。龙爷，这点薄礼不成敬意，算是我赔罪的心意，您务必收下。不必了，我说过，新手前3次摆摊一律免收摊位费，往后若是还来，每次缴纳5分1毛的摊位费即可，安分守己做生意就行。多谢龙爷宽宏大量，我们一定安分守己，绝不惹事儿。大爷，这位龙爷到底是什么来头？身手也太厉害了吧！你新来没多久，不知道，龙爷是咱们黑市的定海神针，早年练过功夫，身手深不可测，为人公正公道，最护着咱们安分做生意的商贩。有他镇着，黑市才能这么安稳，没人敢肆意闹事。我要条最大的鱼。好嘞，最大的鱼给你留着呢。老板，多谢了，你先忙着，我去别处逛逛。爸，剩下一点你来卖，我去逛逛。去吧，别走远了，等会儿卖完咱们就回家。张建国，今天我特意过来找你，是有件事想问你。你说。正太已经向我家提亲了，我爸妈都同意了，看得出来他很高兴。我跟家里说，我还要考虑一下。这些天我一直琢磨不透，你上次为什么那般反对我和正太来往？你能不能告诉我原因？芷兰，你跟正太相处这么久，难道没发现他的性格有问题吗？性格问题？他性子偏激又容易冲动，一点小事就容易钻牛角尖，这种人最容易走极端。你试想一下，日后你们成了夫妻，若是他心生猜忌，捕风捉影，听到一点闲话，哪怕你从来没有背叛他的心思，以他的性子，会不会做出伤害你的极端事情？不可能，你这话太离谱了。正太是有些偏激冲动，但他本性不坏，怎么可能动手伤人？再者，我若是嫁为人妻，必定恪守本分。你这些揣测实在太过荒唐。我是看你心地善良，不忍心看你日后遭遇不测，才多劝你几句。芷兰，听我一句劝，千万别嫁给正太，他的性格缺陷太大，偏激起来真的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。你好好想想，你要是真出了意外，你的父母家人该怎么办？小伙子，夜里风凉，外头冷得很，要不进来烤烤火，喝杯热茶，暖暖身子。快坐，别站着。屋里简陋，没啥好茶，就是自家晒的大叶粗茶，你尝尝味道。边上还有烤红薯，刚烤熟的，甜得很，随便拿。多谢龙爷，麻烦您了。出门在外都是谋生，不用客气。你这小伙子不简单啊！这年头大旱缺水，市面上鲜鱼稀少，你却能拿到鲜活的大鲶鱼，而且全是活鱼，这本事可不一般。方才跟你一起摆摊的是你父亲吧？龙爷说笑了，不过是摸索了一点捕鱼的小技巧罢了。你沉稳机灵，是个能干大事的小伙子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们往后每隔1天来一趟黑市摆摊，如何？你放心，在我这儿摆摊，绝对安全稳妥，没人敢闹事找茬。龙爷好意我心领了，只是鱼的货源不稳定，不一定次次都能拿到货，我这边没法给您准信，只能尽力而为。兄哥，昨晚去黑市给你带了2斤猪油，还有1对头饰，你拿回去送给嫂子。建国，太谢谢你了，我还从没想着给桂花买这些小玩意儿，正巧过2天就是她生日，这份礼物太合适了。都是邻里街坊，客气啥？之前笑笑的小肚兜还是嫂子费心做的，合身又好看，我妈天天念叨着多谢你们呢。这段时间总忙着自己的事，集体干活老是偷懒摸鱼，心里实在过意不去，得去黄三那边看看有没有能搭把手的活计。不对啊，大清早的，赵成不是应该在渠道上值守干活吗？怎么会回村里来了？定然没什么好事。建国，你之前跟我说赵成身边一直有人盯着，按理说不该出岔子。赵鑫那案子也定下来了，判了好几年牢，本该尘埃落定了。我前几日去看过赵鑫，他一口咬定自己是冤枉的，反复嘱咐我，让我通知赵成，
一定要想办法把他捞出来。赵成知道这事了？知道了。赵成昨天回来就专门找过我，下午还特意跑去乡里见了赵信一面，天黑才回村。回来之后立马找到了我，细细盘问了当年所有经过。临走时还一个劲儿跟我道谢，硬要塞给我不少东西。我心里犯嘀咕，哪敢收，全都推辞掉了。建国，这节骨眼上，你说我要不要做点什么稳住局面？我这代村长的位置做得太不踏实了。赵杰资历不比我浅，还是本村赵家的人，我真怕最后这村长的位置落到他头上。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做好本职工作就行，踏实做事最稳妥。接下来你组织村民把村里的渠道修整到位，河道也好好挖一挖，另外排查全村房屋，把老旧破损的屋顶统一修缮一遍，尤其是村里的孤寡老人、困难户，必须优先修缮。为啥要急着修屋顶啊？现在离冬天还有1-2个月，太早了点吧？今年冬天不一般，会有特大暴雪，不提前修好房屋，大雪压顶，老旧房子根本扛不住，到时候出事就晚了。你这么说我就懂了。眼下村里收成差，粮食都不够吃，撑不到明年开春。正好趁着这段时间农闲，修整房屋，储存物资。我还打算带着民兵进山打猎，多囤点猎物和粮食，不然明年春荒，全村都得饿肚子。山里的狼最是凶悍，饿极了根本不怕人。今年不进山清一批，来年数量只会更多，山边的农户根本没法安心居住。村里组建民兵，就是为了防这些豺狼猛兽，没枪防身，进山就是送死。没错，修整房屋，进山储粮，囤积柴火，这3件事必须尽快落实。现在修房子太早了吧？谁知道今年冬天有没有大雪？万一又是暖冬，这不纯白费力气？就是，前段时间天天挖池塘修渠道，累得腰都直不起来，好不容易闲下来，还不让人歇歇。要修也不能只修孤寡老人的，大家都是村里人，凭啥只帮他们？要修就得全村一起修，不然我们心里不平衡。既然大家都有顾虑，那就折中处理。全村每户房屋都统一排查一遍，屋顶有破损、漏雨、梁柱腐朽的，全部重点修缮；完好无损的，简单翻瓦、补点茅草加固就行。大家别想着偷懒休息，等大雪一下，天寒地冻，想干活都没机会。现在多忙活几天，冬天才能安稳过冬。建国，你这主意太妙了！往年大雪封山，不少人冒险上山捡柴，有的被野狼叼走，有的直接冻死，太惨了。这次趁机囤够柴火，冬天大家就不用冒险进山了。这主意是我提的，排查的事儿就交给我吧，我来牵头挨家挨户检查，绝对公平公正。那可太好了，有你牵头我就放心了，辛苦你了，建国。大爷，我上去看看屋顶梁重，你在下面稍等片刻。大概率是木梁腐朽了，我登记下来，过几日备好材料就来帮你翻新。好，辛苦你了，小伙子。我年纪大了，眼神不好，也不敢爬梯子，房顶总漏雨，一直没辙。多亏了你们惦记我这个老头子。赵大爷，你家屋顶上有条大蛇，特别大。蛇？这天气都快入冬了，蛇还没冬眠，在哪儿呢？小心有毒！别打，千万别打死它！这是家蛇，专门帮家里抓老鼠的。你看我家院里屋里干干净净，一只老鼠都没有，全是他的功劳。我这院子冷清，常年没人来，就这条蛇陪着我，也算有个伴儿。你们别伤它性命，不吉利。找个东西把它挑到院子里，让它自己游走就行。听大爷的，先把蛇挪出来。有你们这些好心人，时刻惦记着我们，还专门来帮我修房子，真是太暖心了。我就是年纪大了，上不去。那地方一到下雨天就漏雨，屋里墙皮都泡掉了，这下可算能彻底修好了。大爷，你没事多去村里晒晒太阳，串串门，热闹得很。你这屋里藏着大蛇，旁人看着都害怕，难怪没人敢来你家串门。情况比咱们想的好太多，重点需要大修的没几户，抓紧点进度，10来天就能全部完工。这几户房子根本不能住人了，大雪天100%会塌。可家家户户都不宽裕，哪有能力盖新房？这样吧，先让这几户人家搬到村集体边的空房暂住，先熬过这个冬天，来年再慢慢想办法。可行，我这就带人去把空房修整严实，保证冬天能遮风挡雪，住得暖和安全。建国叔，听说你们今晚要去城里黑市卖鱼？是啊，嫂子有事儿。我想着托你帮我捎2块钱的猪油，
另外，刘桂花头上那个新式头饰我也看着好看，你能不能帮我也烧一个？没问题，嫂子，小事一桩。是的。爸，今年冬天来得早，村里家家户户都缺过冬物资，这次咱们进城，不如多采购一些刚需物件，谁家有需要，咱们平价转手，既能帮衬邻里，也能赚点零花钱。这主意好，都是村里人刚需的东西，不愁卖，还能帮大家解决难处，一举两得。老五，照旧，给咱来2碗热乎面。好嘞，今儿有口福了，给你们整2碗牛肉面。五哥，往日都是素面鱼面，今天怎么换花样吃上牛肉了？这不运气好吗？昨天市场上有人卖牛肉，说是村里的牛不行摔死了，肉质新鲜，我一口气囤了20斤。天冷了，总得给客人们换个口味。好吃，太入味了。这牛肉炖得软烂入味，汤汁鲜香醇厚，连汤都格外好喝。那可不，我这汤可不是白熬的，纯牛骨慢炖大半天，连骨髓都彻底熬进汤里了，味道能差得了？2碗面就要1块钱，这价钱也太高了，1块钱都能买1、2斤肥猪肉了，这面吃的也太铺张了。爸，难得吃一次，值当的。牛肉温补，最适合冬天吃，你别心疼这点钱。回头我抽空看看市场，要是还有新鲜牛肉，买一点带回家，让妈和妹妹也尝尝鲜。别乱花钱，要买就买猪肉，猪肉肥油水足，炖菜炒菜都香。牛肉吃着塞牙，炖起来还费柴火费功夫，一点都不划算。给我抓一条鲶鱼，早就听旁人说，你家的鱼最干净，一点土腥味都没有。龙爷，您来了，随便挑，今天的鱼都格外鲜活。别耍滑头，做生意哪能白拿东西？该称重称重，该给钱给钱。夜里天寒，等你鱼卖完了，要是不着急回家，就来我家烤火吃鱼，暖暖身子。那可太麻烦您了，我这收您钱已经够不好意思的，哪好再去叨扰。老板，给我来条最大的鱼。好嘞，有大鱼，专门留的。哎呦，这条鱼也太大了，我也要一条，老板留着。对不住各位，这条鱼早就有人预定了，实在不好意思。对，我每次都在这个兄弟这里买鱼，他家的鱼没有土腥味，物美价廉，味道特别好。今天怎么只有你一个人来？我记得你一起的还有2个人吧？哦，那个准备定亲了，最近忙着了，没空呀。怎么办？难道眼睁睁的就看着他一步步走向死亡？建国，鱼都卖干净了，别在这磨蹭，抓紧置办东西往回走。爹，我知道，就是心里有点乱。乱也不能耽误事儿，你瞅瞅这天，看样子很快就要变天了。行，爹，我不耽误，咱们现在去采购，买齐了，趁早返程。这得花不少钱吧？你这孩子咋这么不懂事儿？现在挣钱多不容易，都是一分一分辛苦攒下来的，哪能这么大手大脚？妈，我心里有数，不亏。眼看冬天就到了，今年天冷的早，大雪一封山，外头物资进不来，家里啥都缺。我趁着现在物价没大涨，提前多囤点。你妈也是心疼钱，往年家里穷，咱们大人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，就想多留给孩子一口吃的。如今日子好些了，自然得让孩子们吃饱吃好。是这个理，是我格局小了，囤多点好，冬天不愁吃喝。真是太麻烦建国了，这发拔样式新颖好看，比供销社卖的精致多了，猪油也干净纯正，价格还实惠。你这婆娘也不动一下脑子，你说你托张建国去城里买的猪油，可是他白天在村里，最近他总是借咱们的毛驴，我猜测他这是赶着毛驴去城里了。你说他会不会干啥违法乱纪的事情？就你聪明，你看出来啥了？人家给我买点猪油回来，你就心底瞎猜，想想人家咋对的我们家。别说人家没干啥违法乱纪的事情，就是干了能咋的？你们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你也不想想，你有今天咋来的？这不是咱俩说点贴心话，不过摸着良心说，我这能当上代村长也是多亏了他。就是这个代村长总是不得劲儿，建国让我不要急，好好干，别乱操作就行。人家脑子比你聪明，这样说肯定有道理，你听就是了。有啥能有啥。玉芳嫂子，我来接个火做饭。嫂子，你这火柴是新的吧？能不能卖给我1盒？我家里2个小娃缠人，压根抽不出空去乡里供销社买洋火。你要是有多的，就卖我1盒呗。我去找我婆婆拿点钱，是1毛2吗？桂花，你自己手里就半点私房钱都没攒吗？你和杨雄都成家好几年，还有2个孩子，日子过得这般拘谨，也太委屈了。你婆婆向来抠门，你该跟杨雄好好说说，哪能一辈子这样伸手要钱过日子？嫂子，我也想攒钱，
可我根本攒不住。我婆婆总说小叔子需要攒钱娶媳妇儿，逼着杨雄把所有工钱全都上交他。家里不管买啥，花几分钱都得跟他伸手要，多要一次还要被数落。我之前也杨雄吵过闹过，可没用啊。桂花，别难受，我家里还有好几盒新火柴，不用你掏钱，你直接拿一盒回去用。往后有空了，让杨雄帮我家干点零活抵了就行。桂花嫂子，直接拿着用吧，一点小东西，别客气。那可不行，该给的钱还是要给的，不能白拿你们家东西。杨老太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杨雄踏实能干，桂花贤惠懂事，2个孙女也乖巧听话，多好的一家人。她偏偏不知道珍惜。她年轻的时候总哭诉自己在婆婆手里受委屈，可那又不是桂花造成的。杨雄，我说句掏心窝的话，你可别往心里去。你媳妇儿手里怎么能1分零花钱没有？她一个女人家，天天在家带2个孩子，万一孩子突发个小毛病，急需用钱，她身上1分钱拿不出来，你这个当丈夫的脸上好看吗？心里过得去吗？建国，不是我不给，是我妈不让。我妈说小弟等着攒钱娶媳妇儿，家里所有收入都得统一上交保管。杨雄，你好好想想，你这辈子是跟你妈过一辈子，还是跟你媳妇儿孩子过一辈子？你如今都是2个孩子的爹了，是一家之主，该有自己的主见和担当。桂花嫂子嫁给你，图的是什么？是天天有干不完的农活，操不完的心，手里没钱，跟着你受尽委屈。你摸着自己的良心问问，你对得起她日复一日的付出吗？妈，你给我10块钱。你要10块钱干什么？家里攒钱不容易，1分钱都不能乱花。桂花手里1分钱都没有，日子过得太拘谨了。我拿10块钱给她，让她手里有点活钱，平日里买个针头线卯，给孩子买点零嘴都方便。眼看就要过年了，还能给2个娃扯点新头饰，做身新棉衣穿。我看你是被那狐狸精迷了心窍，肯定是他在你耳边嚼舌根，挑唆你跟我作对。他就是不安好心，想掏空家里的积蓄。妈，我没有，我从来没说过要钱的话，更没挑拨你们母子关系。妈，你别乱怪人，这事儿跟桂花半点关系都没有，是我自己的主意。这些年我上山打猎、挖草药、打工挣的钱，前后交给你，没有1000也有大几百了。前段时间我卖草药的30块钱，也1分不少都交给了你。我只是想要10块钱给孩子做新衣服，哪里过分了？给丫头片子做新衣服，纯属浪费钱。一天天娇生惯养，还想着穿新衣服，半点不知道勤俭持家。家里钱都是辛辛苦苦攒的，凭啥给他们乱造？你又娶武会念的周雄泽。杨老太，你这事儿做得太不地道了。杨雄辛辛苦苦大半辈子，就想要10块钱给孩子做身过年新衣服，这点小事你都不肯，未免有点太过刻薄。杨雄是你亲生儿子，桂花是你儿媳，孙女是你的亲孙女，你这般苛待一家人，哪里有半点长辈的样子？我们自家的家务事，轮得到你多管闲事？就是你在背后挑拨离间，搅和我们家的关系，害得我们母子反目，家宅不宁。你可真是越老越不要脸！你家家宅不宁，是你自己处事不公，解决不了自家的事儿，就往我家孩子身上扣屎盆子，当我们家好欺负是吧？不准欺负我哥，不许你们冤枉好人！杨老太这事儿做得太不地道了，自己苛待家人，把家里闹得鸡飞狗跳，转头就冤枉外人，真是没道理。可不是嘛，自己打不出屁怪椅子，纯属蛮不讲理。当初张建国辛辛苦苦帮全村挖新水源、修水井，家家户户都沾了光，你家不也天天喝着井水？那时候你怎么不跳出来说不用，不成情？还有之前村里统一修缮房屋，建国忙前忙后出力跑腿，你家房子也修得妥妥当当，那时候你怎么不出来反对？如今人家好心劝和，你反倒倒打一耙，太不要脸了！我这是什么苦命啊！养出个白眼狼，娶了媳妇儿忘了娘，儿媳就是个狐狸精，一家子都不贴心，全都来欺负我这个老婆子。杨老太，你儿子勤恳能干，儿媳贤惠懂事，这么好的一家人你不知珍惜，反倒处处苛待，迟早把自己的福气做没。你要是再这般无理取闹，我就直接安排你去渠道公助上做饭，省得你在家有力气瞎折腾闹事儿。村长主任，今天你们都在，我正好把话说清楚。
这些年我挣的所有钱，一分不少，全都交给我妈保管。今天这钱我不要了，但往后我自己挣的每一分钱都由我自己保管支配，免得次次为了一点小钱闹得家里鸡犬不宁。说的没错，你挣的钱本来就该自己保管支配，好好养家糊口，完全合情合理。不行，我还是要再去找周芷兰一次。她虽然不相信我，但是我还得试试，总不能真的见死不救。天太冷了，怕笑笑受冻，我给笑笑带了一床小棉花被子，还有一些换洗衣物。我家不会委屈笑笑的，你放心。小被子留下，布料啥的都可以带去。你是个姑娘家，多做1、2件衣服也是好的。没事儿，我自己也攒了点私房钱，而且我对象那边条件也不错，正太对我挺好的，一直说给我买衣服，我都拒绝了。他打算结婚送我8套衣服，我琢磨着都穿不完。我一直让你不要和正太处对象，其实是有原因的，因为我曾经做过一个梦，那个梦很真实，就像是发生在他前世一样。在梦里，我看到正太因为杀妻被枪毙。我们要相信科学，一个梦怎么可能是真的？你要是有别的心思，换一种说法，会让人更加信服。我要说我有办法证明我这个梦是真的，那你会相信我吗？好，我倒是要听听你用什么法子证明你说的都是真的。这月底会有今年的第1场大雪，而且这场大雪一开始就来势汹汹，一连下了3、4天没停，并且还伴随着大风。月底会下大雪？到底月底哪一天？你记得吗？真的假的？记得，大雪应该是11月26号，一直下到11月30号，一共是4天，而且是暴雪，很多人家连菜和粮食都没了。你回城里可以提前准备一下，今年冬天来得早，而且很冷很冷。反正只有20天了，我暂时相信你。你在这边好好照看笑笑，我这里还有点钱，你留着给笑笑弄点奶粉啥的，别亏着了他。我不是很缺钱，养得活这孩子。你一个姑娘家，手里留点钱也有底气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我已经尽力了。周芷兰要是死活不听，那我也没办法了。我有一个朋友在气象局工作，给我寄来一封信，说是今年的气候会很反常，11月底就会下大雪，让多准备点木柴啥的。这样，我赶紧安排人进山，趁着现在还有太阳，多储存一些木柴。这要是真的有大暴雪，冬天没木柴会冻死人的。对，把村里壮灵力都组织起来砍柴，避免下雪后后山，那会儿野兽都往山下跑，太容易碰到了。干脆村里放2天假，让村民可以去乡里或城里买些粮食或者杂粮，反正都想想办法，别弄得到时候大雪天饿死人。我们去开会，我再去向组织上要点补贴粮食。还有，今年打猎可以提前进山，咱们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活人总不能被尿憋死。我们得自己想办法。我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不知道你敢不敢干。要是办得好，今年哪怕大暴雪封路，村里也不会死一个人。啊，有法子，那还说什么？干！这个要是被人抓住把柄，说不定会让你这个代村长被撤职。你也愿意干吗？你要不说一说，我回去想想，成吗？你去看看村集体这些年还有多少钱，把这钱拿出来，都买了粮食存着。当然，我也知道集体那钱是有用的，要上交还得准备来年的春耕。可是先就眼前，张建国说今年有大暴雪，会封村封路。你们也知道，今年天旱许久，家家户户都没啥余粮，今年是特殊情况。虽然有救助，但是我们也得自己想办法。要不先把钱挪用了，之后我们再想办法攒下来一笔钱，用于春耕和渡饥荒。这不行呀，集体的钱不能动。要不村里党员干部开会商量一下，这事情真不能草率。万一下大雪，咱们这边靠山，今年又干旱过，冬天确实很多人家熬不过去。你想通了，愿意冒风险干，不怕代村长被撤掉了？去，你就不能给我想想办法？既要今年冬天村里不死人，又能把明年春耕和饥荒给保住。我知道你鬼点子多，你要是有这个能耐，我叫祖宗都行。别，喊哥就行。你还别说，我既然敢出这样主意，我自然是有办法。但是凡事也不是十足十。不过你要是相信我，我肯定会出手帮你一把。毕竟咱们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，而且我帮你，回头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你要提啥条件？只要我能办到，一定会答应你。开会那天喊我就行。这几天让把毛驴再借我用几天。行，你小心点。看来黄三啥都知道，可人家啥也不说，要不咋说他聪明？这个代村长还得让他做。
建国，歇口气吧，一路过来也没见什么人影。爹，不能大意，上次咱们卖鱼闹出那么大动静，早就被人盯上了。我特意停了几天没去黑市，就是为了麻痹暗处的人。这般天寒地冻的深夜，应该没人会一直盯着自家吧？难道是自己太过多疑了？爹，先别直奔黑市，咱们在城里多绕几圈，确认没人尾随再过去。好，都听你的，稳妥点总没错。小伙子，你可真是好福气，这位置是整个黑市最抢手的好摊位。前2天有新来的商贩想占，都被龙爷的人拦下来了，特意嘱咐要一直给你们留着。你这空了2、3天没来，龙爷每晚都会过来溜达几圈，时不时还会问一句。张兄弟，龙爷有请，麻烦你随我们走一趟。劳烦带路。龙爷，红薯烤糊了，再不放出来就要彻底焦头，没法吃了。你小子眼倒是尖，快过来坐，喝茶吃红薯暖暖身子。尝尝看，今年沙地种出来的红薯，甜得很，特别好吃。你送来的这些大鲶鱼是如今最稀缺的好东西，比猪肉还要金贵。只是你3、5天来一次量太少了，能不能调整一下？2天来一趟黑市，哪怕每次只带几百斤也好。龙爷，这个我真的不敢答应呀，这个我控制不了。不过我可以3天左右来一次，尽量多带一些鱼来。对了，我有个朋友在气象站工作，他写信给我说，今年我们这边月底会有大暴雪，到时候会封路封山，都不能走了。我估计那个时候我也弄不到鱼了，路上不能走，过不来。消息可靠吗？绝对可靠，我这位朋友是专业的。他说今年初雪会比往年提前20天，伴随狂风暴雪，极端低温天气会一直持续到明年清明节。暴雪封山封路后，物资运输处彻底中断，到时候有钱也买不到粮食、生活用品。龙爷，你这边能不能弄到比较便宜的粮食、便宜的蔬菜？我这些天需要一批，大约的需要几万斤。可以，如今市面粮食定价2毛8一斤，你要大批量拿货，念在你此番提前告知灾情、造福众人的情分，我给你2毛5一斤的底价。但这个底价我只能保证5天内有效，逾期粮价必然上涨，我也无力把控。另外，往后你每次来黑市卖鱼，能给我预留500斤吗？没问题，一言为定。不过龙爷，气象台说这2天有大暴雪。这些鲜肉熬油腌制，密封存放，能吃上大半年。白菜萝卜全部腌制成咸菜，整个冬天都不愁没素菜吃。还有之前种下的菠菜香菜，得赶紧做好防寒防护，万万不能被暴雪冻死，否则整个冬天都吃不到一口绿叶菜。建国，赶紧起来，去村委会开会。村里那笔备用资金的事儿，大家僵持不下，我实在说服不了其他人。这笔钱是明年春耕的救命钱，再难也不能动春耕资金，耽误了春耕，全村明年都得饿肚子。沈会计，我若是有办法不动春耕资金，不耽误明年春耕，这笔过冬备荒的钱是不是就能正常动用？月底大暴雪封山封路，深山里的野兽无处觅食，无处藏身，必然会成群结队走出深山，靠近村落。届时后山就是最佳猎场，正是进山打猎的最好时机。村长常年进山狩猎，经验最足，这一点村长比我们所有人都清楚。今年我们提前组织村民进山打猎，将捕获的猎物售卖变现，所得钱款完全可以补足春耕开支。建国说的没错，咱们靠山吃山，如今天灾将至，只能向大山讨活路，备荒过冬。可若是大雪封山后猎物稀少，打猎换不来足够的钱款，春耕资金缺口补不上，全村人开春怎么办？这风险谁来担？若是计划失败，耽误了春耕，我这个村长主动辞职。如今暴雪将至，村里粮食储备不足，再不提前囤粮，全村人根本熬不过这个冬天。我们没有退路，只能拼一把。我同意，我也同意。大家不用着急，我有靠谱渠道，能以2毛5一斤的底价拿到大批量粮食，货源充足。我们抓紧这2、3天完成交易即可。居然真的下雪了，张建国说的所有话全都应验了。领导，院里的铁皮棚已经松动了，现在风力越来越大，
再不加固检修，一旦被狂风掀落，过往路人、院内职工都有被砸伤的风险，实在太危险了。真是太惨了！我就住在附近，全程亲眼目睹，一下子伤了6个人，6个呀！伤情看着都不轻，还不知道能不能撑过来。谁说不是呢？这么大的风雪，谁能料到好好的铁皮棚会突然塌了？一点征兆都没有，凭空就砸下来。可怜那6个路人，平白遭了无妄之灾。张建国没有骗人，他那场匪夷所思的梦，竟然全是真的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爸，谁来过了？送这么多贵重的东西。是小郑来了，他本来特意留下来等你回家，可今天风雪太大，单位有紧急抢修任务，实在耽搁不得，只能抽空把东西送来，就匆匆赶回去了。芷兰，爸活了大半辈子，见过的年轻人数不是胜数，真没见过比小郑更适合你的孩子。人品端正，家境出众，还对你一心一意，百般上心，连对我们老两口都这般敬重体贴。我看你们的事儿就别再拖了，年底直接把婚事定下来，把婚结了。你去厂里打听打听，多少人羡慕我能和厂长做亲家，谁家的准女婿还没定亲就对老丈人家这般大方周到，这孩子真心难得。爸，这些东西怕是别人送给郑叔叔的人情礼，他这样频繁往咱们家送贵重东西，太不合适了。我的婚事您别一再催促，让我自己好好想一想。想什么想？你也就被你妈惯得不行。小郑这样的人家，有多少姑娘排着队想嫁过去？你想干嘛？也不看看现在厂里都在羡慕我，要和厂长做亲家了。回头你给郑太家里送点东西，就把这事儿定下来。这才11月，年底结婚都来得及。爸，我说了我的事儿，我自己考虑，您别再逼我了。孩子他爸，你少说2句吧。闺女长大了，心里有数，有自己的主意，你别逼得太紧了。什么自己的主意？都是你惯出来的毛病。遇事优柔寡断，没个主心骨。你身为母亲，不帮着孩子把握良机，反倒一味纵容。还有邢邦，你也多盯着点，别让他跟那些不三不四的女同学走得太近。我已经给他看好了一户合适的人家，家世清白，门当户对。回头咱们两口子好好合计合计，早点把他的婚事也敲定。三哥，如今大雪封村，人心惶惶。若是村里执意要定我的罪，那也无妨。只是我这些日子弄回来的所有地价粮食，往后便一概不借给村里任何人。既然是错事，那成果自然不能让大家白白享用。这个道理说得通吧？你放心，这事儿我来摆平。不过是村里几个姓赵的心存不满，暗中举报罢了。我回头就去找赵杰，好好做他们的思想工作。当初批量采购低价粮食，是全村开会一致表决通过的事儿，是为了全村百姓过冬活命，怎么能让你一个人背负骂名？你这哪里是谋私利，分明是舍己救人，造福全村。行，三哥，村里的事儿就劳你多费心了。这大雪一时半会儿停不了，你尽早安排进山打猎的人手，能不能补上村里8000多块的缺口，稳住村里账目，不耽误来年春耕，全看这个冬天的收成了。我明白其中厉害，马上就去安排，绝对不会出岔子。赵哥，村里不少人都在举报张建国私自囤积物资，这事儿闹得沸沸扬扬，你怎么看？我看正好借着这次举报，好好彻查张建国，拿他立规矩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张建国近来手脚伸得太长，风头太盛了？当初动用村里公款采购粮食，本是村委的事，偏偏由他一手提议，一手操办。黄三对他言听计从，事事迁就。说到底，他连个村干部都不是。可如今村里大小事，他说话比我们这些村委会计都管用，实在太离谱了。你说的道理我都懂，可眼下时机不对。张建国前段时间刚帮村里找到新水源，解决了全村人饮水的大难题，如今又为村里谋来了低价过冬粮食，功劳摆在明面上，在村民心中威望极高，口碑极好。现在贸然动他，拿他立贬降，必定会激起村民不满，得不偿失。依我看，今日大雪，天气特殊，暂且按兵不动，等明日雪停天晴，我们立刻召开村委会议，到时候由你率提出彻查之事，我在一旁全力附和，咱们联手发力，名正言顺地拿捏他的把柄。一人一个，先垫垫肚子，别争抢，炉桶里还有不少，等会儿再接着烤。
笑笑已经睡着了，别乱动他，别吵醒孩子。小宝宝还不能吃红薯，你自己乖乖吃。妈，别忙活了，火光伤眼，您歇歇手，也吃块红薯暖暖身子。这场雪看样子一时停不了，起码要连下好几天。妈，您明天早上晚点起，不用早早忙活。今晚大家都吃得饱饱的，明天早上也不饿，正好趁着大雪好好歇歇，睡个懒觉。好，都听你的。这辈子真是享了你的福，事事都被你安排得妥妥当当。咱们家的日子也像这炉火一样，只会越来越旺，越来越好。谁在外头闹腾？乖乖，外面好大的雪呀！村里刚刚传了话，家家户抓紧把门口积雪清一洗，别堵死大门。雪怎么这么大？下了一夜都没停，不把路扫出来，这都没法走路了。你回屋歇着去，外头冷，这点活我一个人干就行。爸，这雪估摸着不会停，不用整条路都清理干净，先把门两边的雪扒开，弄条窄路出来就好。还有院子里菜棚子上的雪也得清理掉，积雪太重，要不会把菜压死了。真是邪门！昨晚上刮了一夜的狂风，这第一场雪就下得这么吓人。照这个下法，出门都费劲，今年这日子可怎么过？还好前段日子村里组织上山砍柴，分到不少木柴，不然这天冻得难熬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这么大的雪，断了粮食可是要饿死人的。听说张建国和黄三前段时间从外面运回一大批粮食，实在撑不住，只能上门去借。外头风声紧，旁人也来不了咱们家，干脆把孩子们都带到地下溶洞避寒，那里暖和，不用费柴火生火。溶洞这事儿，半个字都不能对外人讲，一旦传出去，咱们家就要大祸临头，记住没有？娘，我们小的绝对不和外人说。等会儿摘点菜炒个鸡蛋，用来拌面当哨子，这下午饭不愁了。这么大一块地址，只种菜实在可惜。要是能弄到蘑菇种子，在这里种上，那可就再好不过了。回头我们留意一下，前阵子黑市上也没看到菌种卖，这东西也靠运气。人要知足，你看看村里都不让养鸡鸭，咱们要不是有个溶洞，谁敢像你这样？妈，咱们做顿鲶鱼火锅吃吧，这个鱼不腥。好香啊！你这个小馋猫，先尝一小勺鱼汤，开开荤。笑笑这孩子还没正经学会吃饭，先爱上鱼汤了，真是个有福气的小家伙。也不知道是哪家狠心的爹娘，这么乖巧伶俐的孩子，居然舍得狠心抛弃。11月底顶多就是一场初雪，活这么多年，哪里见过这般持续暴雪？家里存粮省着吃，勉强还能支撑1个星期。大伯，外面风雪大，先进屋暖和一会儿。我就不进屋久待了。你把积雪堆这么严实，是有什么打算？今年干旱缺水，等开春这些雪化开就是水源，到时候种菜浇地都能用。还是你想的周到，回头我也把家4周的雪聚拢堆起来。我今天过来2件事儿，一是想跟你借点粮食应急，二来问问村里近期有没有人去乡里办事儿。我3个儿子还在外头，想托人捎一封信，问问他们如今安不安全。大伯，你别担心，前几天有人捎口信回来，说是乡里边干活不错，生活比家里好，每星期还能吃1顿萝卜烧肉，住的也挺好的。你要相信乡里，哪怕下大雪，也会把村里去的人都妥善安排好。信我自然是信的，可当爹的哪里放得下心？我得尽快给他们寄封信。还有一件事儿，大侄子你得上点心，这赵家村万万不能让姓黄的长久把持局面。你没发觉那个黄三儿事事都向着张建国，跟他一条心。咱们赵氏族人必须齐心协力，不然往后更难立足。今年过年前后，我去联络村里同族乡亲，大家都会站在你这边，咱们齐心合力，把你推上村长的位置。你平日里也要多做事，在村里人面前树立威信。大伯，我清楚，原本想等雪停下，找人检举张建国，可如今大雪封村，寸步难行，只能等雪过去，再从长计议。另外，你上次和我说的贵人的消息，千万不要搁置。你家3个儿子，尤其是老大袁军，头脑灵活，最好想办法留在城里。村子天地太小，没有多大蹦头。我心里有数，要不是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雪，年底之前这件事就能安排妥当。不说这些了，你家里有没有过余粮食？我打算买一些，家里存粮快要见底了。我家里也没有多余粮食可以售卖，
不过我可以先借一部分给你，等到年后丰收再归还就行。村里如今存放着一批公粮，足足好几万斤。大伯要是后续粮食彻底接济不上，可以考虑去村里借。说到底，那是公家储备的粮食。你说的这批粮食，不就是当初张建国牵头置办下来的？我不去，吃人嘴短，拿人手软。倘若我上门借粮，往后想要发难对付张建国，村里人只会说咱们忘恩负义，落人口实。今年的天气真是邪门，先是持久大旱，紧跟着又是连绵暴雪，一点都不正常。老天到底想要干什么？老黄叔腿脚不利索，就一个人住在半山腰的老土屋。这么冷的天，屋里柴火要是不够，粮食再短缺，万一冻着饿着，可怎么得了？大伙儿搭把手，跟我一趟去黄大爷家看看，雪大路滑，相互照应着。叔，你这房子四处漏风，一个人住着实在危险，别待在这儿了，跟我回家里住。雪不停止，绝不单独让你回来。这场大雪还要连着下整整1个星期，各家在家务必注意防寒防火，有空就清扫家门口积雪。等雪一停，全村劳力都要出来清路，不然积雪封死道路，邻里之间都没法走动。建国，鱼肉都处理好了，咱们包鱼肉饺子吃。妈，我还记得去年过年吃过白菜饺子，这1年多再也没尝过饺子味儿了。别急，很快就能吃上，管够。建国，好好的整理这些东西做什么？爹，等大雪停了你就知道了。暴雪过后山路难行，去乡里采购东西极为不便，山上野兽缺食会下山觅食，到时候村里人多半要进山打猎。咱们提前把工具备好，免得到时候手忙脚乱。可惜母鸡养少了，要是再多养一些就好了。妈，母鸡不多，鸭子、大鹅数量不少，这不也天天轮番下蛋？你看那群小鸡仔，这段日子也长大了许多，四处乱窜觅食，活力十足。溶洞温度刚刚好，还有不少避光通风的地方。等过几日，你可以培育黄豆芽、绿豆芽。大雪封门，新鲜蔬菜快缺，正好换换口味。外面天寒地冻做不成豆芽，咱们这儿不受影响。好，家里囤了不少黄豆、绿豆，我慢慢分配发豆芽，往后饭菜也能丰富些。喂！所有青少年全部出动！所有青少年全部出动，集体扫雪！活了几十年，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雪，实在吓人。这才刚12月，冬天后头怕是难熬喽。可不是嘛，这雪要是再来一场，日子真不知道怎么过。今年降雪来得早，山上野兽寻不到吃食，必然大规模下山。依我看，咱们不能被动防守，应当主动出击。到底还是年轻，说话一点不动脑子。打猎哪里是嘴上说说这么简单？没有真本事，不会打枪，上山就是送菜。没错，张建国，我看你怕是枪都瞄不准，还说主动进山狩猎，难道是黄村长给你的底气？你知不知道每年民兵上山打猎有多凶险，出过多少意外？空口说大话有什么用？手无缚鸡之力，真遇上狼群，怕是只会吓得哭鼻子。都安静，好好开会。野兽下山的风险摆在眼前，大家不要掉以轻心，多想想应对办法。这么大的雪，提出主动出击打猎，有什么值得发笑？人和野兽相比，最大优势便是拥有智慧。大雪就是咱们可以利用的条件。既然清楚野兽即将下山，何不抢占先机？我实在不明白，诸位到底在笑什么？赵胜，光靠一张嘴，谁不会说？有本事咱们比试一番。你要是真有能耐，主动进山，3天之内打到猎物数量超过我，我当众给你磕头认错。要是你输了，当众给我磕3个响头。磕头我可以答应，不过若是你输了，只需答应我一个条件就行。从明日起至3天后的午夜12点，比拼猎物收获，谁打的猎物更多，便是赢家。约定1条，狩猎期间不允许任何人出手帮忙。没问题。既然你们2人决议，那就按照村里往年狩猎规矩来。子弹由村里统一提供，猎获猎物先完成村里上交任务，剩下的全部归个人，我们不会插手分配。我活了快40年，要是这次打猎比不过张建国，我直接一头撞死在豆腐上。建国，你这次也太鲁莽了，就这么把赵二的事捅出来，往后咱们的工作还怎么开展？谁算计谁还不好说。你难道没有察觉，村里几名赵家干部一直对我心存芥蒂，日后有其他人想方设法针对我，与其被动的等着别人算计，不如主动迎上去，把事情摆在明面上解决。听你这话，莫非你真有把握赢下比试？办法我心中有数，不过需要麻烦你们搭把手。放心，不会让你们违规开枪帮我猎杀猎物。今天辛苦各位叔哥帮忙了，等咱们抓到猎物，
每家都分一份，绝不亏待大家。建国，你只管吩咐就行，我们几个别的本事没有，出力气绝对不含糊。我打算找块合适的地方，布诱饵挖陷阱。这雪大，挖坑是麻烦点，但只要陷阱做得结实，伪装到位，护得妥当，用上几个月都没问题。这活我最在行，当年我在部队大雪天里布设陷阱，练得滚瓜乱熟。黄三儿也当过兵，这些技巧肯定也学过。咱们挑地方一定要慎重，选偏僻点，离村子远些的，绝对不能伤到村里的老小，安全是第一位的。没错，安全第一。陷阱威力大，万一村里人误闯进去，那就闯大祸了。我年年冬天凌晨起夜，总能听见山里传来狼嚎，野兽铁定常从这儿过。你看这地形，两边山势高，树木茂密，中间一块平地开阔，最适合布设陷阱了。位置就定这儿，既然要做陷阱，就一次性做彻底，这整片空地全部布上，不留死角。好家伙，我还担心你跟赵二瞎杠，没想到你悄悄的准备这么多的东西，原来你这是早算计好的。东西我有，这弄陷阱还得靠黄大爷指点才行。你们说，我们动手干。三哥，辛苦你接下来几天，每天用村里喇叭循环通知，让全村人务必远离后山这片区域。放心，这事我记牢了，绝对不会出纰漏。天越来越冷了，这2天大概率还要下雪。我们先回去，让咱们的气息散一散，等新雪盖住痕迹，再投放诱饵，野兽的警惕心会低很多，更容易上钩。建国婶儿，你们家也太厉害了，这大雪封山的日子，居然能弄到这么大的鲶鱼，简直太难得。婶子，你这手艺也太好了，咱们村过年都未必能吃上这么丰盛的一桌菜。今天跟着建国，我们可真是沾大光，吃好饭了。叔，婶子，你们明天还有活要帮忙不？我随时有空。傻孩子，好好吃饭就行。等下回去的时候，带点腊肉和鸡蛋，拿回家给孩子们尝尝鲜。不用，婶子，这年头大家日子都不宽裕，你们留着，我就不占这个便宜了。没事的，你叔他们想着要下雪，提前备下不少东西，家里还有点儿，这不远亲赶不上近邻。玉芳丫头的手艺真是绝了，全村上下就你家饭菜做的色香味俱全，让人吃了还想吃。皇叔您太过奖了，粗茶淡饭而已，大家多吃点儿，多喝点儿，别客气。你个没良心的白眼狼，家里有好东西，眼里就只有你媳妇儿和你闺女，压根儿没我这个老娘，没你弟弟是吧？杨雄，我们分家吧，再这么熬下去，我迟早被你妈逼死在家里。天这么冷，赶紧睡觉。大过年的别说这些晦气话。我妈年纪大了，你多担待，大度点，别跟她一般急。我还要怎么担待？难道我这辈子就要这般憋屈的过一辈子吗？真是个懒骨头，太阳都晒屁股了还不起床，是等着我老婆子伺候你吃喝吗？娶回来的哪里是媳妇儿，分明是尊大佛。您既然醒了，也可以先做饭，没必要等着我。我真是命苦啊！男人走得早，我一把屎一把尿拉扯2个孩子长大，吃尽了世间苦头，好不容易给儿子娶了媳妇儿，如今媳妇儿翅膀硬了，敢骑在我头上作威作福，欺负我孤寡老人没人撑腰。唉，真是作孽呀！别跟老人置气，气坏了身子不值当。走，去我家坐坐，暖暖身子，消消气。谁在开枪？这外面还在飘小雪花吧？爸，别急着出去。听枪声，应该是有人在山上打猎。这大冷天飘着雪，不用想，肯定是赵二那小子。他憋着一股劲儿，这是铁了心要压你一头。我也猜到是他。你这次还是太莽撞了。那赵二可不是普通人，以前在乡公社的射击比赛里拿过名次的。我实在不放心，我去你昨天布陷阱的山头看看，别出什么岔子。爸，千万别去。今天飘着小雪，正好能掩盖人的脚印痕迹。山上的野兽精得很，你要是去，会留下气息和痕迹，他们立刻就能察觉到危险，再也不会靠近了。咱们沉住气，静待结果就好。梁雄，我听村里人说，你们一伙人在张建国屋后面的山坳里布了不少陷阱，这事儿是真的假的？是真的。这天下雪，那片区域我们连夜挖了不少陷阱。我劝你可千万别往那边石坑，积雪一盖，根本看不出来，一不小心掉进去，轻则摔伤，重则骨折，太危险了。
放心放心，村长黄三天天拿着村大喇叭循环喊，耳朵都快听出茧子了。张建国毛都没长齐的半大孩子也敢跟我叫板，就凭几个土陷阱也敢自诩厉害。我当年进山打野猪闯深山的时候，他还在怀里吃奶呢。你们今天都给我做个见证，赌期一到，我定要让张建华当众给我磕头认错。程叔，今天运气好，打了只肥兔子，给您送来尝尝鲜。快进屋，外头雪大，暖和暖和再说。程叔，您安心在家等着，只要村里的道路通了，我第一时间跑来通知您。建国，出事了，你快想想办法。别急，慢慢说。赵二今天收获太大了，一上午就打了好几只兔子野鸡，下午又进山了。照这个势头，3天下来你根本比不过他。没事儿，我心里有数。对了，杨雄哥，我有件事想问你。我记得你有个表妹叫杨艳，至今还没说婆家，对吧？没错，是我舅舅家的闺女，确实还没订婚。说起来你俩有缘，她就比你小1个月。小时候她天天跟在你屁股后面跑。杨雄，别在这儿唠嗑了，把孩子抱回去。我们在婶子家叨叨大半天了，该回家了。婶子，多谢您照看孩子，改天我再来帮您做针线活。好，有空再来玩。成了。建国，我正打算去找你，你可得听我一句劝，别硬撑了。怎么了？赵二收获太吓人了，这2天加起来，他手里的野味少说有几10斤。我看你干脆认输吧，输给赵二不丢人。我来当中间人，你稍微补偿他一点东西，也不用当众磕头受辱，怎么样？3日赌期还没到，胜负未定，你怎么先替我认输了？怎么，连你也不相信我？我今天来找你，不是认输的，是有正事要拜托你。你今天带着民兵队围着村子4周大范围巡逻转悠，沿途时不时开几枪制造动静。巡逻的路线我来定，你只管带人照做就行。围着村子开枪巡逻，这是为何？不怕把野兽惊得四处乱窜吗？就是要惊动他们。山里的野兽灵性十足，警惕性极高，哪里有人声枪声，他们就会远远避开，专门挑安静无人的路径下山觅食。咱们在村子4周制造动静，开枪威慑，就是把野兽往我屋后的山坳里赶，跟河里驱鱼是一个道理。动静越大，他们越会往隐蔽安静陷阱区逃窜。妙啊！我怎么没想到这一层？你这哪里是靠陷阱等猎物，分明是布了一场大局。难不成白天辛苦撒下的诱饵，真这么快就起作用了？啊！不行，单凭我一个人根本弄不上来这么重的野猪，必须多喊几个壮劳力过来搭把手。爹娘，打着大野猪了！爸，快出来！我逮到一头大野猪，一个人弄不上来，你赶紧去喊杨雄、黄三他们，我去找粗绳子和抬杠，等人齐了，咱们一起去抬。我的乖乖，你这运气也太好了！快走快走，人少了真抬不动。你赶紧去喊黄三儿，再叫2个年轻体壮的小伙子去西山陷阱那边帮忙抬野猪，我先跟建国过去守着。咱们得抓紧点，荒山野岭的，没人看守，太不稳妥。这野猪可是硬通货，有了这东西，咱们家今年的年景直接拉满。我早就料到今晚猎物不会少，只是没想到能撞上这么大的野猪。这下赵二是彻底输得心服口服了。不好，有人偷了咱们的野猪，顺着痕迹追。刚才还担心被人偷走，转头就应验了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我倒要看看是谁敢抢咱们爷儿俩的猎物。黄三天天大喇叭广播，谁不知道整片山林的陷阱都是你挖的？分明就是有人故意装糊涂。哪个眼皮这么浅？穷疯了是不是？连山里的野猪都要偷？建国，袁顺叔，我刚才喊人的时候，家家户户都熄灯了，唯独赵二家的灯还亮着，会不会是赵二干的？先不瞎猜，顺着痕迹追，这痕迹看着确实是往赵二家的方向去的。等等，不对劲儿！你们看，血迹在这里突然断了，还绕了个弯，地上还有板车特路印，野猪根本不是被人扛走的，是被板车拉走的，而且走的不是赵二家这条路。谁呀？大半夜的敲门，出啥事儿了？大妹子，打扰你休息了。是这么回事儿，我儿子今晚在山里陷阱猎到一头大野猪，刚才我们回去喊人的功夫，野猪就不见了。我们顺着血痕追到这边来了，
哎呀，你们是找那头野猪的吧？别找了，是我家老刘和强子给你们送回去了。他俩本来想夜里去碰碰运气，没想到撞见那头大野猪。村里都知道那片陷阱是建国挖的，是张家的猎物。可山里小路坑洼多，还有陷阱，夜里走路太危险，两个人根本没法抬，就索性拖到路上，用家里的板车装好，专程给你们送回家了。真送回去了？那还有假？都是一个村的，谁不知道那是你们辛苦得来的？该是谁的就是谁的，咱不能占那便宜。那我们赶紧回去。刘叔，太谢谢你和强子了，这恩情我记心里了。等会儿分肉，我给你们留一条最肥的猪腿，你们务必收下。建国，你可别这么说，这都是应该的。咱做人得讲良心，不能占别人的辛苦便宜。再说了，10年前你爹还帮过我家大忙，那时候我家穷得揭不开锅，是你爹主动借我粮食，帮我搭牲口棚，这份人情我一直记着。这点小事儿根本不值一提。爹，这野猪是我撞见的，荒山野岭的，根本没人看见。咱们悄悄拖回家，处理干净藏起来，谁能知道？有了这头野猪，咱们家近过年就不用愁了。糊涂，眼皮子怎么这么浅？这点小便宜也敢贪，迟早吃大亏。可这野猪就是凭空撞见的，又不是咱们偷抢来的，凭啥不能留？你仔细看看，这野猪尾巴上有人为做的记号，咱们若是私藏下来，迟早会败露，到时候邻里结怨，得不偿失。建国哥，不用这么客气，都是邻里乡亲，应该的。我来帮忙杀猪，打理猎物。桂花，你赶紧过去搭把手，烧水、洗猪杂啥都能干，机灵点儿。趁着人多杂路，悄悄多拿点猪油、猪肝回来。这些东西不起眼儿，他们肯定发现不了，咱们家也能沾沾光。儿媳妇这个傻货，胳膊肘往外拐，一点眼力见都没有，白白错失占便宜的好机会。